不说，你就没必要再开口了。一道淡蓝色的气波忽然从他另一只手指间射向南宫侧。主子，小心！气息实体化，传说中的真气。他迅速后退，拉开距离，拔出佩剑，提起全部内力，想挡下蓝色气波。轰！周围瞬间飞沙走石，狂风肆虐，沙尘飞扬，强大的冲击力向四周喷射而出。南宫侧被这股力道逼退了好几步，剑头插地才让他稳住身体，随后便轻功一跃，直接落到了大树之上。如果不是自己内力有提升，恐怕也会受到严重的波及。主子，你还好吧？你在哪里？若风未见到南宫侧身影，吓得到处寻找。这里。南宫侧稳稳落在地上，看向刚才女子的方向。此时哪里还有那个女子的身影，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那蓝色气波是什么？他摸了摸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外伤，没有任何疼痛感，也没有任何不适。他自己都不确定有没有挡下他的攻击。王爷，那名女子已经跑了，要不要属下去追查？不用，即刻寻找矿石，行踪已暴露，速度要快。王爷，刚才那女子射出的是什么？属下从来没见过，你可有挡下？不止。哼，真是废物！如此近的距离，怎么还会失败呢？主子，据属下观察，翼王内力相当了得，可并非完全挡下这一击，极有可能失手成功。极有可能？如果坏了计划，全部以死谢罪，都给我滚出去！一天，我跟雅子珍就是这么认识的。等一下你可不要说漏嘴了，知道吗？哦，就是上次楼下匆匆一面的俊俏小公子呀。阿姨，你是否有心悦之人了？看你一脸闷骚样，显然就是怀春的面相。雨天，你瞎说什么呀？我哪里有什么心悦之人啊？没有。那你为什么说话结巴呀？那你为什么耳朵会红啊？那为什么眉眼间都是思念呢？为什么喝茶水都会噎着？为什么？义兄，你们来的真早啊！长得还真是俊美不分，雌雄莫辨。不过看上去年龄应该比阿义小上一点，要是再过2年，不知道会是何等人间绝色，男女通吃。曹雅看见南宫翊目光灼灼，心里一阵暗喜。对，就是这样，保持住你迷恋的眼神，3关跟着5关走，5关跟着7关走，然后就会冲动把持不住，然后对我，心中一顿虎狼之词输出，脸上却是温和含笑，礼貌寒暄。3人坐下之后，很快进入了谈正事的阶段。约摸1个时辰后，双方最终以秦玉天的名义签下了南宫翊名下匿名商铺的收购矿石细则，为期1年。子珍兄，不知第一批货物什么时候能运抵京城呢？这次需要的数量比较多一些。义兄，只要玉天兄去曹国办事衙门提上订单，交付货款，半月之内必定全数到达。而且我已经打过招呼了，只要是玉天兄的货单，绝对优先供给。那就多谢子珍兄了。客气。秦玉天今日就是一个打酱油的，陪着南宫翊演戏而已，所以他一直在观察对面2人互动。他发现雅子珍行为举止实在是偏阴柔了些，时常还有一丝媚态。虽然有不少男子也有阴柔的一面，但雅子珍更胜。思绪百转千回，秦玉天被自己的猜测吓了一跳。难不成是女子？他心里倒吸一口凉气，看了看雅子珍，耳朵居然有耳洞，又看了看胸脯，没看出什么。再看了看手指，纤纤玉指如青葱般白皙，继续看了看身形，单薄纤细，柔弱无骨。难道真是女子？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秦玉天想出一个馊主意。南宫翊感兴趣的雅子珍，是男是女，一试便知。我们现在去藏凤楼如何呀？藏凤楼为何呀？藏凤楼何处？哼，今日一定要让他们2个露出马脚。
今日为了感谢子珍兄的鼎力相助，也感谢阿义的引荐，在下必须让你们尽兴。说完，抬起双手，啪啪拍了2下，只见3位美艳的女子步伐轻盈飘了进来。曹雅在一旁吃得开心，聊得开心，但是注意力都在南宫翊身上。只见他身边的女子双眸媚色飞扬，满脸春意，一双眼痴迷地盯着南宫翊，就没离开过他的脸，还有意无意地用身子触碰着南宫翊的手臂。而南宫翊完全没察觉到这种细微的身体接触，还礼貌地含笑回应：别人碰你都注意不到，那我碰别人，看你在不在意。想到这里，曹雅突然一把搂过身旁女子的腰，往自己身边一带，2个身体贴了个紧实，抱了个满怀。小娘子，来陪本公子喝一杯如何？曹雅把浪荡公子的举止神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南宫翊眼神微缩，他怎么能抱着别人？怎么可以触碰别人？都出去，不用陪了。南宫翊声音带着压抑的怒气，音调也比平时拔高了几分，吓得房里的3位女子纷纷起身退了出去。一时间，房间里陷入了一片死寂。曹雅自然地端起茶水喝起来，并没有说什么，但是心里已经乐开花了。南宫翊则是盯着自己的酒杯，还是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一动不动，心里还在生着闷气。唯有秦玉天脸上的笑快憋不住了。现在已经确定2个人都是互相心悦，却不自知。现在剩下的就是确认雅子珍到底是不是女子。那个子珍兄啊，阿义素来不喜有女子作陪，所以你莫见怪，这事儿是我考虑不周。哪里，刚才是我失了分寸，我以茶代酒，自罚一杯。这样吧，既然阿义不太习惯女子作陪，那我们找几位男子作陪如何？这藏凤楼出名的不止才情过人的女子，更有才华横溢的男子，那都是人间难得一见的翩翩俊美公子。这位公子，初次见面，奴家敬您一杯。本公子不用你作陪，你先下去吧。此时秦玉天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雅子珍就是个女子无疑。这个大笨蛋自己动了凡心还不知道，到底是不给他说呢，还是不给他说呢？南宫翊看见几个小官出去以后，心里暗自松了一口气。他此刻心里确定了一件事儿，自己绝对是排斥男子近身的，唯独不排斥靠近雅子珍。果然跟雅子珍是挚友。秦玉天要是此时能听到他的内心独白，估计当场要咆哮暴走。老子今日花了这么多心思安排这个局，你居然还他妈是挚友？小雅，你说的是真的？那现在你们进展如何？嘿，那是相当的顺利。嘿，那他知道你是女子吗？他不会喜欢男子吧？所以看你跟女子亲亲才。曹雅听闻夸张的笑容一瞬间凝固在脸上，万一自己弄巧成拙了怎么办？不行，他马上想个法子，暂时不能用男子身份跟他见面，要缓一缓，必须缓一缓。小雅，这几日我想明白了，并给二皇子写了一封信，想交给他。不管怎么样，表达自己的想法总是没错的。至于他接不接受，我也不会再有遗憾。小雅，你有听到我说的话吗？莹儿，你刚才说什么？我没注意。你能陪我去见二皇子吗？我想把信亲手交给他。行，我今日便陪你去找二皇子。你知道他在哪里吗？知道的，这几日我都有安排人观察他的行踪。他平时出现的地方有茶楼、书院、酒楼这几个地方。他平日不去青楼，或者找小官？陈莹儿默默地低下了头，嘴唇抿成一条直线，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儿。对二皇子的传闻他是知道的，可是他不相信那位姿容俊美、气质贵胄、身份尊贵之人会贪图美色。那个莹儿，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觉得那些传言都是不可信的，坊间不都爱八卦皇家心秘吗？我二哥在曹国，你知道坊间都是怎么传的吗？为哄陈莹儿开心，那是不惜出卖亲哥哥了。莹儿快看，出来了！莹儿快去啊！等他上了马车了，我们就跟不上了。小公主，人都走了，你刚才怎么不过去啊？你到底要不要送信啊？你还要不要送啊？要送就赶紧跟上，马车都走了，快走！王爷，后面有人跟踪，看清楚是何人了吗？
好像是2位女子。女子？他单手撩开窗帘一角，往后面淡淡扫了一眼。这2位姑娘不就是曹国和陈国的公主吗？确定是跟着我的吗？怀禀王爷，属下确定是跟着您的，从王府大门口就开始跟着了。停车！哎，快，怡儿，马车停下了，快跟上。这位姑娘请留步，这是燕王府马车，不能随意靠近。无碍，请他们上马车。曹国公主曹雅，燕王殿下打扰了。南宫萧看着这位大大咧咧的公主，简直就是自来熟，不由得握拳放在嘴边轻笑。这才注意到，刚才不是2位女子吗？怎么另外一位没上来呢？他起身想去看看，是否另外一位公主有所不便。刚抬手撩开帘子的时候，陈莹儿也同时撩开了帘子。那个，燕王殿下，我刚才看到对面有一家包子铺，突然想吃了，我去买一些，你不用管我，你们慢慢聊。说完，不等2人反应，直接撩开马车门帘就开跑。跟上去，保护好他。是。公主，找本王有事吗？殿下，我……公主，有事不妨直说，如果本王能帮忙的，一定极尽全力。殿下，我接下来说的话你不要被吓到，我也是想了很久才做的决定。愿闻其详。我心悦你，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找不到答案，但我肯定是心悦你的。今日我如此贸然找到殿下，告诉你这些，就是不想心里留下遗憾。曹雅告诉我，有心悦之人不是什么丢脸之事，而且告诉对方也是对自己感情的一种交代。我不想自己的感情还没传达出去就结束了。终于说出来了，憋在心里都快憋出病来了。公主的厚爱，本王受宠若惊。公主应该听过一些传闻，听知本王府上姬妾如云，而且本王也是闲散之人，公主为何还对本王倾心呢？我是听说过，而且各种版本的都有，府里有很多美妾也是事实。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殿下的本心所致。哦，此话怎讲？燕王殿下身为皇子，自然身份尊贵无比，而且容貌俊美无双，世家女子爱慕也是情有可原。如果殿下真的是贪恋美色之人，府上姬妾如云，早就应该诞下一子半女。可是殿下至今尚无子嗣，更无侧妃，这难道不奇怪吗？至于为何会有那么多姬妾，应该只有殿下心里清楚原因。我反而觉得殿下是一位用情至深的人，应该是在等哪位让你心动的人出现。殿下，你别误会，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今日多有打扰，我就告辞了。说完起身便准备离开。他刚要起身，又坐了回去，想起自己的信件还没送出去呢。殿下，这是我给您的信，我鼓了很大勇气写的。如果你不想看，烧了便是。我告辞了。王妃，二小姐有事，请您去一趟冷梅阁，说柳氏快不行了。告诉他，晚些时候我自会过去一趟，让他先回吧。是，王妃。说吧。翟思玉淡淡的声音响起，没有一丝温度，仿佛是在给他最后的机会。说的满意就活，说的不满意就死。他寻了一旁椅子坐下来，双手抄在胸前，翘起2郎腿，一摇一摇的等着柳氏开口。柳氏现在心里没有一丝愤怒，反而平静如水。他侧头看了一眼柳儿和秋儿，意思是想单独跟翟思玉谈。你们去外面等我。是，属下遵命。现在可以说了吧？这件事儿有些长，我不知道从何说起。就从你想谋害我娘亲开始说起，至于你用什么手段跟我爹爹搞在一起，就不用说了。谋害大夫人不是我的本意，是有人给我提议，还给了我药。我是嫉妒大夫人，但是我并没有想要她的命。那时候她肚子里还怀着你，我只记得有一日，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心里非常开心。但是老爷心里还是惦记着大夫人，我非常嫉妒呀，我又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装病，还用一些后宅的小手段，让老爷不再去大夫人院子里。忽然有一夜，我正在睡觉，屋里忽然出现一个黑影，当时吓死我了。
以为是歹人要行凶，但是身侧的老爷睡得很熟，怎么叫都叫不醒。在我害怕之际，那个黑影忽然开口，我听不出来对方是男是女，他只是问我想不想当丞相府主母，想不想让大夫人消失。我当时被吓傻了，但是他说可以帮我，只要我按时给大夫人下药，就会神不知鬼不觉的让大夫人在生产的时候难产而死，还说以后生下的孩子随便我怎么处置都可以。说完就留下一包药粉给我，还说每个月都会送一次过来，然后就消失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对大夫人下药，毕竟我也身怀有孕，确实下不去手。下月时间刚到，那黑影又出现在我房间，反复问我为何不按他说的做，如果我不做，他就会杀了我，让我消失。后来又给我说，当了丞相府主母的好处，自己的孩子就再也不是庶出，大夫人生下的孩子也成不了气候，以后府里就是我最大。我被那个黑影说的心动了，所以柳氏，虽然下毒不是你本意，但是你最终还是做了，而且我娘也确实死了，我也是被你害得毁容残肢。按理说我都想直接杀了你，不过我马上要成亲，丞相府不能有丧事，我更不想守孝几年耽误婚期。暂且你就老实待在这里，以后别来烦我。这个是解药，连续吃上1个月身体就会痊愈，但是如果你再做什么幺蛾子，那就不是瘙痒这么简单了，我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王爷，妾身给您准备了莲子羹，来妾身院子里喝一口吧。王爷，您怎么从来都不来看妾身啊？妾身夜夜想念王爷，都睡不着呢。王爷，你把我们纳回府，为何从来都不进后院？这样对我们不公平。明日你们都走吧，本王是不会去后院的。你们进府并非本王之意，离开后可以在管家那里领一笔安身费，有去处的自己离开，没去处的就在庄子上待着，总之让你们后半辈子衣食无忧。翟小姐，你们来了，快请坐。这位是我三妹翟思莲，阿策应该跟你提过，之后我便将她托付于你，你来安排她学艺一事吧。翟小姐放心，既然交给我，那必定用心传授。从刺风阁出去的人，那都是1等1的高手。三妹，这位是慕容兄，以后听他安排就好，记住，一切都要靠你自己。我这个当姐姐的，只能帮你到这儿了。门主，以后只管一视同仁，我定会全力以赴。你年岁不大，以后我就叫你小莲，你也不用如此客气，称呼我为荣修大哥就好。好，荣修大哥。罗武，带小莲下去休息，明日一早送往刺风阁。是，门主。双姐，去吧。这个是聚宝楼的解毒丹，你收好。这一瓶丹药就是接下刺杀任务的关键所在。若野，吃下去。若野死了。翟小姐，若野她可是阿策的近身侍卫，从小都跟在他身边，这就没气了。只需半个时辰，若野就会醒来，你们不用担心，把他扶到榻上吧，厉少陵。穆公子，若野吃的这个丹药就是刺杀任务的关键，等他醒来，然后我们继续详谈。这丹药是关键，难道你的意思是？我想了解一下，如果执行任务的人生死，你们门内是作何处理？每次任务都有出行记录，包括人数、刺杀时间、地点、回归时间。每次任务都会控制在1炷香到半个时辰之内，有时候会更短，只有1盏茶的时间。穆公子，那此次如此重金之下，你准备安排多少人来刺杀我呢？这样吧，这次刺杀就分2波，中间间隔数个时辰。过几日我会出发去找阿策，一路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关键是影业门的杀手事后一定要尽快安置，丹药只有半个时辰的时效，必定不能露出破绽。
没有问题，最多还有1盏茶的功夫，他就会醒过来，大家不用担心。若野，你可有觉得有何不适？王妃，你给我吃的什么丹药？能不能再给我几颗？我从来没有睡得这么好过，现在全身充满了力量。穆公子，现在可安心了，我们来继续商量细节吧。好。秋儿、柳儿，明日子时我们出发去西部祁龙山脉，通知若野做好安排。是，王妃。一群废物，太医院难道都没办法吗？今日一早，太后身边的嬷嬷就过来禀告，说太后起床洗漱的时候，忽然吐血晕倒，一直昏迷不醒。陛下，微臣刚才诊脉的结果确实并无异样，而且也没有中毒迹象，微臣确实无方子可下呀。来人，将慈宁宫里的下人全部拉去慎刑司，朕今日必须要一个结果。冤枉啊，圣皇，奴才冤枉！谁敢在宫里对太后下手？一位身居后宫的老妇人，能影响谁的利益？太后倒了，对谁有好处？谁最乐意看见太后倒下？他转头，眼眸淡淡扫过一旁的皇后，只见她眉眼间都是焦急，双手不停地揉搓，担心、紧张，还是心虚？皇后可是有最大的嫌疑，她跟太后历来都是面和心离，就因为太后从来都不喜欢她这个皇后，连带嫡长孙也不亲近。但如果毒害太后，对她有什么好处？忽然她眼眸一紧，仿佛想到了一个人，最痛恨太后，最巴不得她死的人——南宫普。太后现在情况不明，眼下最重要的是太后必须得好起来。太医院院守罚俸禄1年，其余太医罚俸禄半年，全部都给朕退下！一群没用的东西，养你们做什么？赶快下去商讨治疗方子。陛下，臣妾会在慈宁宫为母后侍疾，陛下保重龙体。皇后也回去休息吧，朕亲自在这里为母后侍疾。死老太婆，这次就算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你就在床上躺着活活饿死吧。对，或许未来媳妇儿会有办法。玉儿能为阿策解毒，想必太后的也能看出几分。英一，你去丞相府帮朕把大小姐翟思玉带来这里，记住，不能让任何人发现。是。臣女拜见。哎呀，玉儿，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拜什么拜呀？赶快过来，看看你皇祖母这是怎么了。他走进床榻，一位面容慈祥、发髻整齐的太后正闭眼躺在床上，除了面容有些苍白，从呼吸外表来看，就跟睡着了别无一二。翟思玉撩开一侧锦被，手指轻放在太后手腕上，为其诊脉，居然脉象平稳。随后，翟思玉翻看了太后的眼睑，确认了生命体征，看来太后很有可能是中毒了。最后从药箱里拿出银针，只是这银针比普通的药长1倍不止。圣皇，臣女要为太后施针，可能陛下要回避一下。哦，好。他面容沉着，立于太后身侧，双手6针齐发，准确地刺入了几个隐藏的穴位。此时只听太后闷哼一声，然后又再无动静。玉儿，怎么样了？太后醒过来了吗？刚才朕好像听闻太后的声音。圣皇，太后并未醒来，臣女只是正在给太后施针，需要稍后片刻。哎呀，果然找玉儿来没错，那群庸医什么都不会。大约过了1盏茶的时间，翟思玉双手指缝夹针，快速抽离，随后倒过手腕，针尖对向自己，仔细观察。果然，上面泛着红黑色的光泽，而且看时日，应该中毒还不深，也就尚且几日之久。怎么样，玉儿？太后怎么样？陛下，太后果然是中毒了，你看。到底是谁？让朕查出来，定要诛他9族。玉儿，可有解毒的方法？陛下，臣女先给太后吃上1颗解毒丹，待臣女今夜根据这毒素再研制出相应的解药，连续服上几日便可醒过来。太后中毒并不深，也就尚且几日，所以陛下要多加留意，不能再让太后被下毒，否则太后的身体会严重受损，就算醒来也只能卧榻不起。陛下，事不宜迟，派人送臣女现在就回丞相府，时间紧迫。英一，送翟小姐回府，然后全程守护在侧，解药治好立刻送过来。
待会儿任务开始，我会跳下马车，你们直接先去断风谷，马车交由慕容修的人，随即去跟若野他们会合，我随后就到。是，王妃。一盏茶后，翟思玉感觉到有气息在靠近，他闭上眼，能隐约感觉到大约有10几人，正好是跟慕容修约定的数量。他嘴角微微弯起，来了。王妃，一切小心。翟思玉对他微微点头，撩起马车帘子飞身而去。正在这时，黑衣人距离他还有不到50米。翟思玉分辨着来人，看见他们衣服上做了暗号，就明白来人没错，于是快速闪身迎了上去，反手握着暗叶，只是没有拔出刀鞘。他也怕误伤了来人，到时候对慕容修就不好交代了。翟思玉穿梭在黑暗中，身形灵活如鬼魅，闪躲着对方攻击的架势，然后用暗叶直接划过他们身上几处要害。黑衣人挣扎几番便应声倒地。翟思玉上前仔细查看了一番，确定都没有了呼吸，知道断气丹已经起效。冷静的眸子警惕地环顾四周，并未发现异常。随后几个闪身便往断风谷飞奔而去。诡计多端的小女娃，有意思。翟思玉快步奔跑着，一路沿着狭窄的官道来到断风谷的腹地。忽然一声特殊的鸣哨声响起，这是他们的暗号。他顺着声音来到了树林中，秋儿和柳儿还有若野和尹一全部已经整装待发。马车停靠在一旁，驾车之人正是慕容修身边的龙武。有劳了。龙武闻声微微颔首，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便驾着离去。服下避气丹，连夜赶路，日出之前换走山道。是，属下遵命。阿策，我来了。跑得挺快。说完，从怀里摸出一只黑红色的老鼠，放在地上。黑影人捏起一撮泥土给他闻了闻，声音尖锐刺耳的响起：“去吧，把它们全吃掉。”几个呼吸间，黑影人身后从四面八方不断涌来成千上百只黑鼠。服下避气丹，马匹先入洞穴中，藏到至高岭，快！若野，送我去那里。山风中隐约带来一丝血腥味儿，而且越来越浓。翟思玉闭眼感受着周围的气息，没有人，不可能，肯定有什么东西在靠近。呼吸之间再次闭眼感受，忽然他眼眸陡然一凛，音色略带几分急促：“服下避气丹，马匹先入洞穴中，藏到至高岭，快！若野，送我去那里。”几人没有一刻犹豫，快速起身，按翟思玉的吩咐藏好马匹，然后纵身一跃，跳到树上藏匿起来。翟思玉定睛一看，脸色多了几分严峻，数量如此众多，看这样子就是冲他们来的。几人不停地在树林间跳跃，情况非常紧急，再这样下去，几人都坚持不了多久，一旦落地根本逃不了。若野想过去帮忙，被翟思玉拉住了：“不要鲁莽，他们暂时能应付，趁黑鼠还没发现我们，赶快想办法。”他大脑里不停地分析，他们都服下避气丹，还刻意又收敛了气息，为何还能准确知道他们的藏身地？难道他们不是靠气息来分辨？难道是靠气味？这一下，翟思玉完全肯定了自己的猜测。他带的所有的丹药中，唯独没有掩盖气味的丹药。翟思玉细细观察着鼠群，注视着鼠群中间的一只红黑色大鼠，它应该就是带头的。随即，他仿佛想到了什么。管你是人是鼠，都得死。他从身后包袱里面摸出一个盒子，里面是白色粉末状的东西，然后拿下头巾，撕下一块布料，把白色粉末倒在上面，打上疙瘩，露出右手腕上的袖剑，拉好剑矢，把包裹着白色粉末的黑布插在剑头上，瞄准那只黑红鼠，扣动扳机，没有一丝犹豫，剑矢如破竹之势射了过去。黑红鼠当然感受到了危险，但是他居然没有闪躲，而是竖起身子，用利爪拍向射来的箭矢。我去，这个视线老鼠都成精了，还知道用爪子拍。不过用爪子拍正中下怀，他嘴角一勾，给大家做了一个手势，捂住口鼻。就在黑红鼠拍到箭矢的那瞬间，砰！白色粉末瞬间炸开，空气中弥漫着刺鼻呛人的味道。王妃，这是什么呀？太呛人了！下面的黑鼠完全炸开了锅，这个粉末不是别的，正是翟思玉身上带的浓缩胡椒粉，
而且他还特制过，是带着肉香味胡椒粉。只见那些身上沾满肉香胡椒粉的黑鼠，爪子捂着眼睛，不停地在地上翻滚。外围没有沾染上的黑鼠，闻着这肉香，直接扑上来，就对同伙一阵撕咬。大家停下，找地方埋伏。这是什么妖术？怎么天都黑了？如果没猜错，这应该是黑暗森林的瘴气，刺绣毒。应该是黑鼠的主人，杀了他这么多宝贝，盯着报仇来了。快吃下解毒丹，快！小女娃有点本事，居然能解瘴气之毒。大家小心脚下，跳到高处！翟思玉大声提醒。话音刚落，一群黑红蜈蚣还有毒蛇从土壤里如潮涌至。把那个小女娃留下，你们几个可以走了。不错，挺讲义气。那就一起去死吧。等等！翟思玉清冷的声音响起，从几人身后走了出来。他刚才一直在观察四周状况，蛇、蜈蚣、黑雾要如何攻破。翟思玉双手背在身后，看似漫不经心地走着，实则他开始用双手在给身后四人打手势。右手伸出2个手指头，然后往右边指了一下，同样左边也伸出2个手指头往左边指了一下。随后他转头看了一眼四人，对他们眨了眨眼。四人瞬间明白是让他们做好撤离准备。既然今日你都不打算放过我们，那我想问几个问题，也让我死个明白。小女娃，不要跟我耍花招，今日你逃不掉的。说完，黑影人双手合掌于胸前，嘴里开始念念有词，手指开始结印。顷刻间，地上的毒蛇仿如利箭一般，不停从地面腾空而起，急如雷电般向他们射了过来。小心，跳到高处！王妃呢？你们怎么了？现实中没有打过法师，我在游戏里可是打过法师的。我可是刺客专搞偷袭的呀。法师都是脆皮，根本没有防御可言，只会远程攻击。影一，你带上柳儿、秋儿、若野跟着我，等下听我命令，往不同方向撤离，放弃马匹，和关城会合。是。翟思玉现在怀疑这些毒物能辨别他们的气味行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这些马的气味。此时他手已经同时从身后包袱里摸出4颗黑色丸子，夹在指缝中。他把全部的内力注入了暗夜。此时他飞身跃起，几个后空翻来到高处，地面的蜈蚣蜂拥而至。他屏住呼吸，双手同时用力往内交叉一挥，白色光芒直射黑影人。地上4颗黑色丸子又同时落地。撤！不知道影一他们怎么样了。说爷，影一参见翼王殿下。起吧，无需多礼。王妃呢？你们怎么了？王爷，王爷，快去救救王妃吧！说，怎么回事？王爷，事情是这样的。尹一看2个丫头都被吓傻了，胡乱说话，干脆由他来说更快一些。于是把从他们出京开始到在树林里遇到黑影人各自逃命，都详详细细的给南宫策讲述了一遍。南宫策听闻尹一的陈述，怒火决堤如潮水，全身杀气毫不掩饰的直冲云霄。父皇曾经给他说过，黑暗森林是独立于4国之外的隐藏神秘势力，早在天下一分4国之时就签订了和平契约，从此黑暗森林不插手世间一切纷争，更不会插手世俗之事。可是现在为何会再度现世，而且还对玉儿下手？他想不通，想不明白。他现在只想立刻去寻找玉儿，然后带她回京。你们3人到城里休息，若风跟我走。玉儿，等我，你一定没事。别动，你现在不能乱动。若野，我们要赶快联系王爷，让他来接我们。我们没有马匹是走不出这片林子的。能叫小白传信吗？他在哪里？对呀，属下怎么没想到小白能传信呢？黑暗森林，本王迟早有一天会灭了你。王爷，你看，是海东青。
他现在一直盘旋在南宫策头顶上，发出高亢的鸣叫，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叫声。南宫策立刻勒下缰绳，这次御兽哨都没用，小白直接停在了他的手臂上。南宫策发现腿上有信，心脏瞬间提到嗓子眼儿，他赶快打开信件，不知道是不是玉儿的消息。映入眼帘的是熟悉的字迹，看了信上的内容，简直心花怒放。玉儿没事儿，太好了，而且还说明了方位。本王知道在哪儿了，若风跟上。是。头埋在他的颈侧，贪婪吸取他身上的味道，从未有过的踏实，从未有过的安心。玉儿，玉儿，阿策！他几个跃身就来到翟思玉身前，一把将他紧紧搂入怀里，不停地收紧双臂，彼此紧紧相拥，一手抱着他的后背，一手扶在他的后颈，头埋在他的颈侧，贪婪吸取他身上的味道，从未有过的踏实，从未有过的安心，一颗心被填得满满的。现在南宫策整颗心都放下了，太好了，玉儿完好无损，太好了。温热的吻落在翟思玉的唇上，舌沫生香，搂着她柔软的身体，南宫策一刻都不想松开。玉儿，你吓死我了！阿策，我没事。阿策，我好想你。我也是，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啊！若夜，若风，你受伤了。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滚！南宫策都把翟思玉抱在怀里，可能这几日过于疲惫，也可能是南宫策在身边，翟思玉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南宫策看着自己怀里的玉儿，唇角弯起一抹弧度，柔和的笑容写满脸颊，心里都是浓浓的爱意。翟思玉泡在久违的热水里，幸福的眯上了小眼睛，一脸享受。可能是太舒服，太温暖，太放松，翟思玉又睡了过去。南宫策听闻浴室久久没有动静，便起身去查看，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副香艳至极的画面，让他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差点没把持得住。南宫策强行压制着内心躁动的灵魂，他知道玉儿这几日累极，而且此时此地也不太适合亲昵，所以抬手轻轻把翟思玉从水里抱出来，拿起旁边的衣衫，直接裹了个严严实实，搂在怀中，小心翼翼放在床上，生怕吵醒他。南宫策坐在床边，用内力烘干了他的秀发，温柔地抚摸着日日夜夜思念的人。玉儿，醒了，快来吃点东西。他刚才不是在浴桶里沐浴吗？怎么醒来就在床上了？自己怎么又睡着了？他又摸了摸身上，衣服都是阿策帮自己穿的，真是丢人。南宫策刚刚从浴房里出来，一身白色中衣，墨发微湿，几缕发丝从肩头落下，古铜色的肌肤，结实的胸膛，很有魅力。来，玉儿，我没有闪。来，张嘴。这种绝世好男人，怎么就让自己遇到了呢？阿策，你也吃点，别老喂我，我自己可以吃的。你看，我有手。阿策，你不用担心了，你看都好了，不疼。后来，在翟思玉的要求下，终于从他怀里出来，两人坐在桌前，开始边吃边聊。阿策，你觉得谁会给皇祖母下毒？为何都来自黑暗森林？唯一能干这种事之人，应该是对皇祖母抱有很大的敌意。皇后，大皇子。他说完又马上否定。不对，按理说大皇子想要的是皇位，皇祖母跟他并没有直接利益冲突，那应该另有其人。确实还有一人，他是我的皇叔南宫普，不过早就在几十年前被贬为庶人，今生都不能踏入皇城一步。不过能在宫里给皇祖母下毒之人，跟皇后还有南宫明绝对脱不了干系。那看来你说的那位皇叔应该已经跟黑暗森林勾结上了。阿策，我外祖父你了解多少？总感觉母亲的死很可疑，那个黑影人就是当年害我母亲之人，现在又想来害我，我都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了。我会让影业门的人暗中调查此事。对了，阿策，我想找个时间把母亲的嫁妆给外祖父送过去，我从来都没见过他们，就当为母亲尽些孝道。玉儿，大婚之前找个时间我陪你去一趟便可。知我者莫过于夫君也。你说什么？夫君。以后就这样称呼我。
那不行，还没成亲呢，别人听见了岂不得笑话我？谁敢？王妃，我自己来，没事的。别乱动，女孩子身体最重要，这疤可不能留下痕迹。王妃，你怎么过来了？我来给你换药。王妃，还是属下自己来吧。别动，老实点哦。陛下，燕王殿下求见。小儿怎么来了？朕不是说不允许探望吗？让他进来吧。是。儿臣参见父皇。起来吧，不用拘那些礼节。朕不是说过不让探望吗？你怎么过来了？儿臣确实心里挂念皇祖母，就算父皇责罚儿臣也心甘情愿。朕听说前几日你遣散了后院的姬妾，闹得动静还不小，很多都是朝中大臣之女，虽未庶出，但是他们心中还是颇有微词。你说朕该如何处理啊？儿臣遣散内院女子，是为了肃清权臣随意联姻之风气。自古皇室婚姻都被视作是利益的纽带，更是权力的捆绑。后院女子并非儿臣自愿纳入府内，母妃担忧儿臣至今尚未迎娶王妃，才做了这等举措。儿臣作为皇子，深知其中利弊，便做出遣散之举。而今日进宫面见母妃，让她以后不要再插手儿臣后院之事，但由儿臣自己做主。所以儿臣是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决定，后院以后不会再有妾室，只会有王妃。小儿是有了心悦的王妃人选。儿臣没有心悦之人，但儿臣请求父皇给儿臣自己选择王妃的权利。自己选心悦之人当然是可以，你看你皇帝都选好了，日子都定好了，朕给你3个月时间，如果还没有心悦合适的女子，朕就帮你选一位，赐婚于你。3个月，父皇，这谁说的准啊？什么说得准说不准？你们一个个说的都不成亲，朕的小皇孙什么时候才能出世啊？你这几日休整一下，过几日就去礼部任职。一个大男人成天饮酒赋诗，难道还要当太师仙不成？南宫萧闻言喜出望外，眼底流出一抹愉悦之色。圣皇看了他一眼，还是有上进心的。随即又说道：不过先从礼部侍郎做起，你可愿意啊？儿臣多谢父皇恩典，儿臣定当全力以赴。随后圣皇破天荒让南宫萧远远地看了一眼太后。南宫萧见皇祖母躺在床上，就跟睡着了一样，心里难受地憋着一股气，眼底有些泛红。如果让他知道是谁下的手，他定让他碎尸万段。小女娃，你不用紧张，最痛的时候都过去了，现在不会痛的，放轻松。师傅真的看不出破绽吗？你这丫头，师傅何时失过手？在一旁待着，不要影响我。瞧这小脸蛋多水嫩啊！你也过来看看吧，师傅手艺不错吧？师傅，你太厉害了！戚天心脸上露出了笑意，这一次他的计划可以开始了。床上的月之寒拿起旁边的铜镜，看着镜子里陌生的脸，用手摸了摸那光滑细腻的皮肤，完全跟自己的皮肤一模一样。他重生了，月之寒已经从这个世上彻底消失了。他现在是七天运七国三公主，从此世上再无月之寒，只有誓死追随公主的七天运。这条命是公主给的，以后这条命也是公主殿下的，属下随时待命，万死不辞。快起来，你现在是七国三公主，尊贵着呢。好在你以前也是赫赫有名的第一才女，千金贵女，知道省去了学习礼仪的麻烦。多谢公主，多谢师父再造之恩。真不错，完全一模一样。待会儿我给你讲讲七天运的生平，还有习惯，你要尽快学会。主子放心，属下必定会铭记于心。你以后要学会称呼我为皇姐，称呼七天昊为太子哥哥，称呼自己为本宫，记住了吗？是，属下记住了。是，皇姐。这次七天星不会跟去圣天国，他还要安排七国的很多事情。不过他已经把七天运身边的人全部换成了自己人，到时候每日都会给他汇报圣天国的情况，同时也给月之寒下达任务命令。七天运是被七天星光明正大带出皇宫的，
出宫前给父皇说，妹妹即将远嫁，姐妹俩去行宫小住几日，所以大家根本不会知道真正的7天运已经死了。一切沉住气，首要目的便是和亲，站稳脚跟，然后再听我命令。玉儿，皇祖母怎么样了？她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太后现在情况很稳定，待会儿给她施一套针法，很快就能醒来。臣女现在就要为太后施针，陛下请回避一下。侧儿，这次辛苦你了。父皇这边大概知道了情况，黑暗森林那边你怎么看呢？这次儿臣遇到一位女子，她居然会摄魂术和真气。父皇，这种功夫不是已经失传了吗？现在居然又现世了，我怀疑她跟黑暗森林有关系。南宫侧蹙眉说道：什么？居然真有这等功夫？儿臣已经派人寻找师傅，如果师傅在，应该能知道些什么。侧儿，小石矿要尽快安排开采，炸弹要越多越好，多准备战场物资，还有弓弩要加紧赶制，会制作的人都要秘密安排妥帖，以免发生事端。父皇觉得这天下不太平了。父皇，黑暗森林那边我会派人去查探一番。现在玉儿有抵御瘴气的丹药，进入森林腹地应该不成问题。哦，玉儿真是圣天国的福星啊！真好奇他到底师承何方高人，能有如此本事。陛下，太后醒了。母后，你觉得怎么样？皇祖母，侧儿来晚了，你受苦了。这是哀家的孙媳妇吗？母后，这就是侧儿的王妃，是她医治好您的。皇祖母，她叫翟思玉，是孙儿的妻子。好，哀家现在好多了，你们别围在这儿，赶快去拿点东西来，哀家肚子饿了。皇祖母，你还不能下床，就在床上躺着，先喝点清粥，恢复一下体力才是。太后看着翟思玉那小模样，越看越喜欢，越看越满意。来人传膳，多弄些美味可口的粥来。圣皇脸上露出了这几日难得的笑容，立刻对门外的高福海吩咐道：侧儿、玉儿，你们这次真是担心死父皇了，以后都不准再单独行动。现在天下不太平，一定要多加注意。是，陛下。玉儿，怎么还叫圣皇陛下的？叫父皇。是，父皇。玉儿，有什么话想跟父皇说吗？单说无妨。父皇，儿臣想知道外祖父流放的原因，因为那个黑影人明显是冲着儿臣来的，而且他也是当年害儿臣娘亲的凶手，所以儿臣想知道外祖父是否有仇家，能找找线索。唉，看来这个秘密是守不住了。你外祖父跟朕从小一起长大，他习武，朕习文。当年他才15岁，便是圣天国的武状元，天纵奇才，羡煞旁人。说起来，他比朕还先入仕。那时候朕还是没有一官半职，他就已经在军营里任职了。每次他回来，我们都会把酒言欢，无醉不归。后来朕登基即位，他当属就是圣天国的第一大将，帮朕开疆扩土，镇守边关。就这样，一晃彼此都为父为母了。就当他女儿就是你母亲身怀6甲之时，他突然找到朕，说必须要举家离开圣天国。朕当时非常震惊，完全不明白这是为何，但是他叫朕相信他，如果他不离开，圣天国将会有灭顶之灾。具体是什么灾难他没有说，只让朕相信他。于是朕只能给他安了一个假罪名，以流放的名义让蓝家全部离开。那蓝银霜真的死了吗？没有。他们为什么不带走自己的骨肉？父皇，但你知道蓝将军现在在何处？那黑影人明显是冲着玉儿来的，这必定跟蓝家有关系。朕不知，他们这一走就是10几年，期间朕也派人打探过，可是没有任何线索。玉儿，你想找他们吗？阿策，找是肯定要找的，但不是现在。一父皇都找不到，我还能找到？也许先找到黑影人才是关键，你说呢？玉儿，那个黑影人过于危险，功夫神秘莫测，一切先等我师父回来再做打算。明天我先去把董老接到王府暂住，制作弓弩要马上开始。董灵儿安排在你府上，你觉得如何？可以的。他想住多久都没关系，到时候就说是我在东来镇认识的朋友。
消失到了以后，制作炸弹也要开始准备。玉儿，过几日会非常忙，会不会怪我不能陪你？怎么会怪你呢？我正好有时间每日修炼，到时候你别来打扰我就行啊。那玉儿要记得想为父啊，我忙完就会来看你的。哎呦，大小姐，你终于回来了，快去劝劝老爷吧。怎么回事？大晚上都不睡觉？丽丽，这么晚了都在这里干什么呢？出什么事了？玉儿，父亲刚才宣布了一件事，你祖母过明日就到京城了，他找到了当年我第一任妻子，明日回来抬为平妻。什么鬼？当年第一任妻子？难道大夫人不是第一任？为父年幼之时，你祖母就为我定了这门亲事。她年龄比我小不少，为父进京参加科考前，便跟她成了亲，但并未行周公之礼。后来高中之后，想回去接她到京城来，可是却找不到人了。前段时间你祖母传信过来，才得知当年之事。他家生意失败，举家迁移，他一人无依无靠，只有随家人一起前往南方。现在他们家是陈国首富，找到了你祖母，我才得知此事。你祖母明日便会带人过来，今日只是通知你们。父亲情深意重，玉儿甚是感动。不过，玉儿即将大婚成为翼王妃，到时候府上2位主母是否有些不妥？圣皇尚且都只有1位皇后，父亲难道还想要2位妻子？何况柳氏还健在呢。老爷，玉儿说的不错，她就算要进府，也不能抬平妻。到时候这话传到圣皇耳朵里，那可如何是好啊？父亲，长姐说的有道理呀。父亲可是百官之首，多少双眼睛都盯着丞相府呢，这样确实不妥。父亲，他进府我不反对，但是当家主母只能有1位，请父亲三思。这些你们就不用担心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明日我下早朝后就会接他们回府，你们都要出来迎接。到底原主的娘当年是哪根筋不对，居然看上翟丞相这种人？原主真的是他亲生的？还好我不是他亲生的。我先回去休息了，爹爹决定的事情看来是无法改变，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毕竟这个家姓翟。恭迎老夫人回府。这下府里又热闹了。走吧，大家都去正厅，今日也算彼此认识认识，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今日把大家叫过来，你们也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是我的妻子蓝星星，这位是她的侄子蓝青。星星跟我成亲后，膝下无子女，所以这位侄子一直养在她身侧。以后蓝青就是府上的大公子，你们记住了吗？相公，夫人何事啊？相公莫要如此严厉，妾身初来乍到，给他们都带了礼物。你这样啊，我都不好意思送出去了。好肉麻。这些都是给在座各位的礼物，小小意思，不必客气，你们都收下吧。即日起，星星入住翠云阁，其实把掌家权交给夫人。是，老爷。大小姐，有位叫灵儿的姑娘找你。站住！谁教你的规矩？长辈还在这里，就擅自离开。当然他知道是老夫人在发话，可是他不想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从来没有照顾过原主的人，凭什么端着架子？成何体统？程元，你看看他，哪里把我这个祖母放在眼里？王妃姐姐，你来啦！哎，我也没有等多久，刚刚才到。走，跟我进去。灵儿，你以后就待在院子里，最近府里来了人，不要到处乱走，知道吗？平日如果真想出去转转，就让秋儿和柳儿带着你。知道了，王妃姐姐。你扮男装好玩吗？骗我有意思吗？四皇子，真巧啊！你是谁？怎么会知道我身份？我是曹国公主曹雅，你不记得了？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你还没回国吗？我当然是来看你的了。这么几日不见，你怎么说了这么多啊？你别乱动，我不需要你帮忙。你走吧，别在这里碍事。你真的这么讨厌我吗？是，你走吧，以后不要出现在我眼前。南宫翊，记住你今日说的话，是你叫我走的，以后我都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小雅，小雅，你等等我，你慢点。
阿姨，刚才你在跟谁说话呀？刚才那个曹国公主曹雅跑来这里烦我，我已经把她赶走了。曹雅找来了，故意把人赶走了，她难道没认出来？阿姨，你刚才说什么？你把曹雅赶走了？对啊，她很烦人，你知不知道？一副我跟她很熟的样子，还想帮忙，爱说爱叫。阿姨，我现在说的话你要认真听啊。什么？雅子珍，她是女子，她一直女扮男装在你身边，只是你没看出来，我跟小仙女都看出来了，她就是女子。你说什么？雅子珍的当真是女子？是啊，而且她就是曹雅，雅子珍就是曹雅，你知道吗？你刚才居然把她赶走了，真是个大笨蛋！这么明显，怎么就看不出来呢？难道是脸盲吗？你怎么才告诉我？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我现在要去找她，你先帮我看着店里。哎，等等，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呀？怎么忘了什么？你刚刚才把别人赶走，还叫人家不要再出现在自己眼前，现在你又跑去找她，你觉得曹雅会理你吗？人家可是公主。她是公主，我也是皇子啊，这不正好吗？那先收拾一下再去吧。莹儿，你说我跟他是不是真的没可能了？我当初就不应该女扮男装接近他，现在都是我自作自受，怪不了别人。小雅，你也别多想，我也不太会劝人，但是我觉得四皇子对你是有意的，只是他不知道你真实身份而已，所以别想太多。真好，南宫一找过来了，他应该知道了吧？你为什么要这样？女扮男装好玩吗？骗我有意思吗？你凶我，你居然吼我，就算是我错行了吧？以后我再也不打扰你了。对不起，我没有凶你的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女扮男装是我不对，用雅子珍的身份接近你也是我不对，但是我并没有故意戏弄你的意思，我只是喜欢你而已，想靠近你，想了解你，不想错过你。他在吻我吗？他这是在吻我吗？曹阳，我为我之前说过的话道歉，我没有看懂自己的感情，没有及时认出你，是我不对。跟你在一起我很快乐，见不到你我会很失落，我想我是喜欢上你了。我也心悦你，从第一眼开始。不要再离开我。阿策，玉儿，有思念为夫吗？有想，非常想。你今日怎么有时间过来呢？都忙完了吗？南宫策抱着软软的玉儿，鼻尖里传来阵阵幽香，低头在他额头上轻轻落下一吻。刚才我瞧见了后院荷塘边有一男子，是这次跟随原配夫人过来的吗？他是原配夫人寄养在西夏的侄子，叫兰青，可能以后都要住在丞相府了。你说七国要来一位公主，他来联姻呢？南宫策微微点头。据我所知，这次联姻的对象是大皇兄南宫猊，他是圣皇的长子，如果再跟七国联姻，这意图太明显了，圣皇会答应吗？玉儿，有些事情只是一味的猜测，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是浮出水面，才能连根拔起，永绝后患。南宫策跟圣皇早就商议过此事，他们都怀疑给太后下毒的人就是皇后，至于谁在背后指使，那必须扩大他们的野心，有更进一步的行动，才能顺藤摸瓜，一网打尽。玉儿，今日我在府里陪你可好？怎么，玉儿想要始乱终弃吗？乱说什么呢？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最近府上来了不少人，考虑到诸多不便而已。南宫策一脸不开心，端起茶盏猛啜一口。还有3个月就能娶玉儿过门了，到时候他一定要把玉儿锁在屋里，要他个10天10夜，作为弥补。我只是觉得这次原配夫人回府透着蹊跷，而且他们还姓蓝，虽然此蓝非彼蓝，但直觉告诉我，蓝星星和蓝青肯定有什么目的，应该用不了多久就会露出马脚的。玉儿放心，我明日便派人去陈国调查此事，而且陈国皇子公主还在升天国，我会托人从侧面先打探一番。我就知道阿策最关心我了。翟大小姐请留步。可是如此冷漠的回答让蓝青有些接不下话，心里想好的说辞也好像卡在了喉咙里。
翟思玉看他半天没有回应，就直接说道：“如果没事，我就先行一步了。”玉儿，怎么了？这么着急的样子？阿策，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蓝青都很激动，想靠近他。什么？亲近感？想靠近他？是这具身体的反应，并不是我的本意。你那边可有调查出蓝家的情况？这副身体的反应，难道原来的翟思玉还存在体内？如果真是这样怎么办？玉儿会消失会离开吗？不，绝对不可以。南宫策直接紧紧地抱着翟思玉，心里非常惶恐不安。今日回府刚收到消息，这个蓝家按时间来推算，正是蓝将军离开圣天国不久，就出现在了陈国。据太子汇报，10几年前在陈国的京城，忽然就有人大面积收购商铺，没过多久就吞并了很多产业，发展到现在，整个蓝家除了没有皇族的权利，但绝对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基本断定，这个蓝家就是之前的蓝家。不过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现在却无从得知。还能有什么目的？混入丞相府，肯定是冲我来的。玉儿，师父已经到圣天国了，现在正在慕容修的府上，明日我带你去见他。师父游历四国，见多识广，应该知道些什么。阿策，不用紧张，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无论什么都不能让我们分开。别想这么多了，想想我们马上就要大婚了，以后的幸福日子一定会长相厮守，白头到老。孙喜给皇祖母请安。乖，快起来，快起来，地上凉。皇祖母，孙喜帮您诊一下脉。好好，孝顺的好孩子。策儿啊，你真是找了一个好媳妇啊！以后好好的过日子，早日给皇祖母添个皇曾孙。是，皇祖母，孙儿一定加倍努力。皇祖母，余毒已清，日后多加调理，注意膳食，并无大碍。挨下这把老骨头，都是玉儿的功劳。皇祖母年轻着呢，这是孙媳应该做的。今日是哀家寿辰，皇帝孝心可嘉，为哀家举办这次寿宴，各国皇子公主和大臣们都不必拘礼，就当是一场家宴，随意便可。七国七天运，祝太后生辰快乐。不知能否与太后身旁的这位公主切磋一下琴技呢？哼，公主，笑话！今日就是要让翟思玉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那位不是公主，是丞相府大小姐。坐在太后身边又如何？坐得再高，身份也没有我高贵。可能要让七国公主失望了。今日我并没有打算参加才艺展示。翟大小姐，今日是皇祖母寿辰，七国公主邀请不太好驳了面子吧？居然不识抬举，一国公主还请不动她，哼！一个官宦之女哪来的底气？她是本王的王妃，不需要展现什么才艺。难道大皇兄喜欢自己的王妃抛头露面吗？凭什么？我贵为公主，还要丢这个脸？翟思玉就这么大的魅力吗？南宫策就算了，怎么现在连太后和圣皇都护着他？既然是这样，恕本公主冒昧了。朕今日接太后寿宴，要宣布一件喜讯：四皇子南宫义接旨。儿臣在。今四皇子南宫义，赐封号离王，年已弱冠，是婚娶之时。自闻曹国公主曹雅贤淑大方，温良敦厚，品貌出众，闻之甚悦，堪称天造地设。特赐予四皇子离王为正妃，交由礼部与青天监共同操办，择吉日完婚。多谢父皇赐婚。儿臣多谢父皇赐婚。今日真是喜事连连，四皇子的婚事都定下了。明儿，你这当大哥的什么时候成婚呢？对，明儿早就过了成亲的年纪了。依朕看，刚才博得头筹的两位姑娘就很不错，才貌双全，德容兼备。父皇，儿臣已有心仪之人。哦，明儿也有心上人了，是哪个府上的姑娘？如果合适，朕就给你做主了。儿臣对七国公主七天运一见倾心，情有独钟，望父皇赐予儿臣为正妃。儿臣是真心心悦七国公主，请父皇成全。陛下，
明儿这么多年第一次有了心仪的女子，陛下就成全她吧。既然明儿有心仪之人，也不能做棒打鸳鸯之事。朕同意你娶齐国公主为正妃便是。不过，你身为朕的大儿子，有延绵子嗣的重任。朕今日做主，再为你挑选2位侧妃，一同完婚。不知父皇为儿臣挑选的侧妃是谁家的千金？刚才博得头筹的2位千金，朕觉得都不错。岳府岳之莲，翟府翟思清。哼，真是老天有眼，2个仇家的女儿都要嫁到宣王府，而且我还是正妃，到时候我就能正大光明的折磨他们了。哼，一个都别想活。感谢圣皇恩泽，2位侧妃如果一同进府伺候王爷，定会为王家延绵子嗣，开枝散叶。月儿愿意跟2位妹妹一同侍奉王爷。莹儿，需要哥哥帮你吗？如果我向圣皇提出联姻，应该问题不大。哥哥别，这件事就算了吧。既然别人没那个心思，我也不想丢那个脸。明日我们就收拾一下，后日就启程回国吧。都听哥哥的安排。小儿，要不要今日朕帮你指个王妃啊？父皇，儿臣暂时还没有成婚的打算，不过3个月之约，儿臣没有忘记。小儿啊，现在就差你没定亲了，你要早日让皇祖母抱上皇曾孙啊！孙儿谨记，定不会让皇祖母失望。他听闻赐婚之时，怎么毫无反应？难道改变主意了？不再心悦我了？师父，这几年身体可好？你的毒是这个小女娃解的吗？是的，师父。月儿不仅帮我解了毒，而且还是徒儿的王妃。师父，怎么了？我的身体有什么异常吗？是谁给你用过玄脉针法？告诉师父。穆老，是晚辈给南宫测施的玄脉针法，帮他重塑了经脉。你跟上官弘毅是什么关系？穆老认识我师父。穆老，你知道我师父在哪里吗？果然，他成功了。走，我们去里屋说。小丫头，你刚来这里不久吧？既然穆老知道自己的师父，那应该能从他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于是他也没有再隐瞒，把前世自己的经历和到这里来之后的事情都全部告诉了穆老。你叫翟思玉？是，前世我叫玲珑，从我记事开始就是这个名字，无父无母，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姓什么。师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玉儿的师父可以来去自如？这件事说来话长。我跟你师父上官弘毅有差不多10几年没有相见了，我跟他也算是不打不相识，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我还是一个毛头小子，那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玄天大陆的禁区黑暗森林，就想凭自己的本事闯一闯。一次外出历练，我背着我师父偷偷去了黑暗森林，仗着自己会解毒，便捕具里面的瘴气，结果在深入腹地的时候，差点丧命于此。黑暗森林毒雾环绕，不管是草木还是动物，都是其他地方不曾有的。在我奄奄一息的时候，你的师父出现了。他本想直接斩杀我，可是我凭借一身功夫，一次一次地跟他过招，我们彼此都受了重伤。于是我继续拼命地逃窜，后来便在森林里迷失方向。我心想，这次死定了。就在我快要不行的时候，发现了前面有一处小木屋，我想这里一定有人住，应该可以救我，于是就努力地往那里跑。奇怪的是，我靠近木屋的时候，明显感觉没有了瘴气，脑袋清明了几分。后来因为伤势太重，就晕倒在了屋前。我醒来的时候，你师父却在给我疗伤。就这样一来二去地聊了起来，可能是投缘，也可能是因为陌生，我们居然变得无话不说。他是黑暗森林的守护者，而且代代相传。可是到他这一代，已经人丁单薄，只剩下他一人了。上官一族擅长咒术、占卜术、毒术、医术，他还说这些术法无人继承，恐怕要失传了。许多年，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变成了挚友。他也娶妻生子，还有2个儿子和1个女儿。我师父还有儿子和女儿？就在10几年前，他忽然来找我，他说通过占卜之术预测到自己的孙女有危险，要用禁术做一件事情，他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救他孙女，让我帮他护法。
孙女，师父要救的是原来的翟思月啊，可是……南宫策也一脸疑惑地看着他师父。如果翟思玉是上官弘毅的孙女儿，那翟丞相就不是玉儿的生父。那玲珑又跟上官弘毅的孙女儿有什么关系？你不用怀疑，你就是上官弘毅的亲孙女。可是，当年你的生父偷偷跑出黑暗森林，后来遇到你的母亲蓝银霜，两人情投意合，很快便私定终身，有了你。你外祖父得知后大发雷霆，坚决不同意他们在一起，甚至让你母亲把你拿掉。如果是普通人家女子，可能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母亲是官宦之女，你祖父也坚决不同意他们在一起。上官一族的秘密绝对不能现世，只能隐居在黑暗森林。后来你的母亲为了保住你，下嫁给了你现在的父亲。之所以选他，就是因为他出身寒门，在京城没有势力，没有根基。至于为什么翟丞相没有发觉你不是他的亲生女儿，这对于蓝家来说简直易如反掌。你的父亲也被你祖父关了起来，后来就失踪了，从此下落不明。蓝银霜在丞相府生下你后假死遁走，他服下的血石榴就是你祖父送到蓝家的。蓝银霜这么做应该也是为了护住你，才会听命于蓝家的安排，把你留在丞相府比跟他一起回蓝家更安全。你祖父虽然不同意你父母成亲，但是对你却是非常关心和疼爱。他发现你被送到乡下残容断肢，偷偷治好了你的腿。至于你身上的毒，他知道你回来后肯定都能轻松解掉，免得引人怀疑。翟思玉回想起自己刚来的时候，断掉的腿确实恢复得很好，只是髋关节有些不对称而已，再加上半脸的毒斑，整个人看起来废得不能再废了，所以柳氏才对他放任不管，让他一直生活在乡下。原来师父早就打算好了，他一直打算把你偷偷带走，可就是那个时候，他算出你命中有一生死大劫。弘毅想了很多办法，不惜动用了禁术，把你一半的魂魄剥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然后自己也用同样的禁术去那边守护你长大，传授你毕生所学。现在弘毅的身体在黑暗森林的密室里，他下了结界，除非从里面打开，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去的。所以你不用怀疑，你就是翟思玉本人，你注定会回来这里。原以为自己是异世的一抹灵魂，自己是一个孤儿，偶然穿越而来，没想到这里才是本该属于他的地方。南宫策也同样被这些信息惊得说不出话来。不过唯一的好消息就是，玉儿本就属于这个世界，他应该不会再离开了。你都回来几个月了，弘毅应该也快醒了吧？当年他就说过，如果自己的孙女回来，玄脉阵法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这是上官家的独门阵法，绝不会外传。穆老，蓝家到底是什么背景？为什么当年会突然离开圣天国？蓝家，据我了解，他们也算是一个隐世的大家族，传承真气修炼法，只是从来不展现于人前。至于他们的目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应该你的祖父知道的比我多。师父，我母妃她是真的死了吗？为什么在玉儿出生的那一日跟她母亲一起？我觉得有蹊跷。你母亲秦云婉，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我听弘毅提了一次，他说他的孙女儿会嫁给我的徒儿。当年我遇到你的时候，确实不知道你的身世，以为就是富家公子被仇家追杀呢。你说这缘分是不是很奇妙啊？后来得知你身份之后，才觉得那老头子算得可真准啊。你想知道更多的事情，要等他醒过来才行。毕竟弘毅是这丫头的亲祖父，知道关于这个丫头的事情多一些。穆老，蓝家的人已经住到丞相府里面了，他们应该是想带走我。丫头，你不想见见自己的母亲吗？如果能找到帮她恢复记忆的方法，能问出阿策母妃的一些事情，那个时候去见她才有意义，否则她根本不记得我。
玉儿，谢谢你，我的阿策，你我即将结为夫妻，这谢谢是不是有些生分了？行了，时间不早了，你们都回去休息吧。那个黑影人如果是来自黑暗森林，那他跟师傅是什么关系？跟我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一直想要害我？玉儿，别想太多了。师傅不是说了吗？你祖父很快就能醒来，到时候我们去黑暗森林一趟。阿策，还好有你在我身边。自己的父亲失踪了，他去了哪里？为什么不救母亲？母亲把这盒子留给他，他要尝试用真气注入其中，看看能不能打开它。翟思玉收敛心神，意识集中在丹田内，漩涡状的气流慢慢的越积越多，扭转的越来越快，小腹丹田传来阵阵微热，他能感觉到气流呈现出淡淡的白光。翟思玉控制着这股白色的真气，随着心脉流向双臂，传到手掌。翟思玉能明显的感觉到盒子在贪婪的吸收他的真气，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感觉要把自己的真气吸干一样。他有些控制不住了，想把手拿开，可是双手怎么都无法移动，像被牢牢地粘在上面一样。就在这时，盒子传来一股更强大的吸力，翟思玉有些害怕了，感觉自己要被吸进去了。他看向浴房的方向，大喊了一声：“阿策！”南宫策刚好走出浴室，就听见翟思玉在叫他。看到玉儿手里一团白光，正一脸焦急地看向自己，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翟思玉消失在了原地。南宫策完全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站在原地，脑袋一片空白。玉儿消失了。玉儿，你在哪里？眼前的一切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冷静，现在必须冷静。玉儿就是他的命，他怎么冷静得了？南宫策并不知道玉儿有打开那个盒子的想法，所以他根本找不到任何头绪。若野，属下在。马上去翼王府，调100名暗卫过来，快去！是，属下领命。你们守好整个凌星阁，如果有不明身份的人靠近，格杀勿论。是，王爷。随后关上房门，寸步不离地守在门口。玉儿。此刻的翟思玉正爬在一个充满白雾的空间里，他缓缓睁开眼，看着周围白茫茫一片，一脸茫然。这是什么地方？翟思玉慢慢从地上站起来，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受伤，也没有疼痛的地方，心里松了一口气。他想起自己消失前的那一幕，南宫策眼里的震惊、担忧、害怕，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他要回去，回到南宫策的身边。阿策一定很担心他吧？有人吗？翟思玉走了不知道多久，又累又渴，直接躺在地上走不动了。他知道自己肯定是被吸入盒子里了，这里应该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如果他用真气攻击，是不是就能出去？于是翟思玉强忍着疲惫的身体，把真气石化在手里，对着四周一阵攻击。谁在打我？谁在那里？出来！赶快放我出去！翟思玉对着声音的地方大吼。片刻后，雾气慢慢的散开，翟思玉打量着周围的一切，这里都是白色的，看不到天，周围也看不到尽头，地面也看不出是什么材质，一尘不染，平整光滑。刚才是你在说话？小家伙点点头。这里是哪里？我怎么会进来？怎么才能出去？不用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你真的不会伤害我吗？刚才你还想攻击我呢。没有的事儿，刚才不是看不见路吗？我只是在探路而已。可是你刚才好凶哦，声音好大。我说小可爱，这里是什么地方啊？姐姐怎么才能出去啊？出去倒是可以，除非什么？除非你有本事让我认你为主，然后就可以控制这片空间，随意进出。而且什么？而且你还可以重新设定这片空间，变成你想要的任何地方，可以随时取用，不会消耗殆尽。翟思玉震惊了，母亲到底给他留了一个什么法宝，这么逆天？重塑空间？如果让眼前这个小家伙认自己为主，那他就可以把前世的药房、别墅、军队的武器库都弄到空间里了。对，再来一个大型仓储，随取随用。
简直不要太爽！小可爱，你就认我当主人吧，我发誓一定会好好爱护你。你看，这里也没什么东西吃，你一定饿了很久吧，肚子都扁了。我会每天变着花样给你做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哦，错了，是黑黑胖胖的。我跟你说哦，我会把很多美食带到这个空间，天天带你逛仓储超市，还可以给你做烤肉、烤鱼、火锅、麻辣烫、寿司、披萨、炸鸡、汉堡。你听，你说的这些都是吃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你当然没听过了，你在这里待了多久了？外面都已经翻天覆地了，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见不到的。想不想去看看？行吧，我就勉为其难的认你为主了。不过我有几个条件。你说。第一，你必须把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做给我吃，而且以后每天给我做好吃的。可以，完全没问题。第二，不能随意把我困在空间里，我要出入自由。那是必须的，怎么能把小可爱困在空间呢？第三，我出去后要帮我恢复人身，以后我就彻底自由了，不会被空间束缚了。行，这个没问题，只要你告诉我怎么做，我一定帮你恢复人身。好，那我们开始契约吧。契约？怎么契约？怎么谈成这么弱的一个主人？他不会活不长吧？然后我又会被关起来。你过来，到阵法中心来坐着。片刻后，大量的信息融入了他的脑海里，空间的使用方法，重塑空间的详细步骤，脑海中闪过无数的信息，一时有些消化不了。许久后，翟思玉睁开双眼，他看向右手，一个精致的黑色手镯戴手腕处，仔细看去，上面有精致的暗纹，这些暗纹跟盒子和暗页上的一模一样。而且翟思玉还可以通过意念把手镯变成各式各样的饰品戴在身上。于是他心念一动，手镯变成了一个银色哑光暗纹戒，出现在右手食指上。不过更让他欣喜若狂的是，他已经知道如何使用整个空间。翟思玉立刻抬起双手，心念一动，右手的戒指微光一闪，呼，一栋2层楼前后带花园的别墅出现在眼前。我去！欢迎回家。主人，这是什么呀？好舒服呀！正如翟思玉所料，他消失已经3天了，南宫策一步都没有离开过房间。玉儿的消失把他折磨得不成人形，无助、绝望抽干了他所有力气。南宫策知道玉儿离奇的经历，所以也在尽量的安慰自己，他一定会回来，一定会回来。以后叫你小仓吧，走，我带你出去。翟思玉没有耽误，抱着小仓一个意念闪身出了空间。翟思玉悄声无息地出现在床边。阿策，我回来了。玉儿，是你吗？真的是你吗？玉儿，我以为你消失了，不会回来了。阿策，对不起，让你担心了。玉儿，你平安回来就好，一切都不重要，回来就好。阿策，你不好奇我消失去了哪里吗？他想带阿策去空间看看，给他一个惊喜。南宫策当然想知道，他轻轻地点了点头，但并没有说话。此刻他只想这么抱着他，只有感受到玉儿的体温，他才能安心。翟思玉知道说再多也不如亲眼所见来的真实，于是单手抱起一旁的小仓，一手搂着南宫策，心念一动，闪进了空间。阿策，跟我进来，我慢慢跟你说。阿策，你先坐一会儿，我去给你泡茶。主人，他是谁啊？为什么你让他进来？小仓，不得无礼，这是我的夫君，以后我们都要生活在一起，知道吗？阿策，来喝点茶。这个男人眼神怎么这么可怕？怎么这么凶？主人的夫君一点都不可爱，这日子没法过了。玉儿，这里是你家吗？阿策，我带你参观一下。好，都听你的。阿策，你看，这是冰箱，里面可以储存食物，而且可以自动制冷哦，东西在里面可以存放很久。阿策，这是我的房间，喜欢吗？玉儿很有眼光，我很喜欢。那当然了，这可都是我亲自设计的。阿策，你先洗个澡休息一下，这几日你太辛苦了，肯定累坏了吧？以后不能这样不吃不喝了，伤了身子怎么办？好，我都听你的。玉儿，你真美。阿策，我回来了，马上帮你准备换洗衣服。好，你辛苦玉儿了。阿策，衣服放在这里了，等一下你穿这个就行。
玉儿，不认识为夫了？阿策，你饿了吧？我上去换一身衣服，然后我们去仓储选购东西，回来做大餐给你吃。玉儿，你……南宫策把翟思玉的双腿放在自己腰间，双手托着她富有弹性的蜜桃，眸底带着狂风暴雨，一个湿吻贴上她柔软的唇。翟思玉双手搂着他的脖子，热情回应南宫策炙热的吻，舌沫生香，唇齿相依，久久都不愿意分开。你们在干嘛？阿策，我们还有事情呢，你忘了吗？我没忘。走吧，现在就去。阿策，你舞跳得不错。还是玉儿教的好。阿策，你去沐浴吧。说完瞬间就发现不妥，自己瞪大了眼睛呆在了原地。玉儿，你这是赤裸裸的引诱为夫，知道吗？阿策，你今日已经洗过了，不洗也可以的。玉儿，你的心跳声好吵啊。到底是什么样的缘分让我……南宫策身子微微一颤，没想到自己的小女人这么可爱，双手把玉儿抱在怀里，直接把她扔到了床上。这是他们度过无数个夜晚最疯狂的一次。玉儿，你真美。我南宫策的女人，岂容别人觊觎？王妃，蓝青公子求见。带他到正厅等候，我马上过去。是。你应该知道我是谁了吧？我是你表哥。表哥？如何证明你的身份？就在翟思玉思考的时候，蓝青手掌一翻，单手做了一个指诀，只见真气一瞬间就在屋内快速散开。你对我做了什么？我并没有做什么，这只是血脉的吸引，是来自身体最本能的反应。我是来带你回家的。如果我拒绝呢？表妹，你是蓝家的血脉，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你外祖父的意思就是带你回去认祖归宗。他其实大概能猜到，为什么祖父要让他带翟思玉回去，应该就是为了他的婚事。因为蓝家为了保持血脉的纯正，只能族内通婚，而翟思玉跟他是表兄妹，是最完美的夫妻。蓝青在翟思玉耳畔轻声说道：你不会跟南宫策成亲的，因为你会是我的妻。他强压着内心的不适，指尖的银针直接扎入了大腿的隐穴。翟思玉想拿回身体的控制权，至少能随自己的意愿做出反应。可是他不是中毒，也不是穴道被封，银针扎进去根本没有一点效果。阿策，乖，别说话。我南宫策的女人，岂容别人觊觎？没想到翼王会有如此深厚的内力，蓝某真是佩服。想带走本王的王妃，难道不怕本王踏平你们蓝家？他会跟我走的。阿策，快抱我离开！阿策，你不用担心，进入空间以后，那些感觉都会消失，这里可以隔绝外界的一切干扰。真的？我敢肯定，这个空间可以阻断蓝家血脉的一切干扰。想必母亲给我这个空间的用意正是如此吧。阿策，我的父母想必也是因为血脉之事才被迫分开，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既然母亲留给我这个空间，想必一定有她的用意。主人，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小仓，你知道血脉压制是怎么回事吗？主人，据我了解，有一些古老的家族都是赋予了一些特殊的能力，而且他们为了血统纯正，一般都会族内通婚，很少外娶和外嫁。刚才你说的血脉压制，那就证明你就是某个古老家族的人。如果想要摆脱这种血脉压制，是有一个办法的。不过什么？小仓，快说说看，需要我怎么做才能摆脱这种血脉的联系？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把我放在身边。我可是灵兽，主人难道没有发现进入空间以后就摆脱了束缚吗？我可是跟你契约过的，刚才你受到影响是因为我没在，我可以暂时改变你的血脉中的灵气，这样主人就不会受到影响了。这个空间就是最好的证明。你说的暂时改变血脉的灵气，大概是多长时间？大概一盏茶的时间。如果我恢复了功力，时间就会更长。那你什么时候恢复功力？现在不知道，我正在整理恢复人参的药材清单。不过恢复功力也是需要时间的。小仓，把你整理的给我看看。主人，我现在说，你来帮我写吧。你现在说吧，我来写。紫灵精、赤仙花、白神草、九星枝，
清鬼参、玄鸡翅、化骨白藤、天魔赤草。这些药材，玉儿，听你师父说起过吗？我只知道一部分，毕竟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想必只有师父能够得知。看来为了玉儿的安危，要尽快启程去一趟黑暗森林了。玉儿的师父应该快回来了吧？主人，没关系的，这些药材慢慢寻找便是了。反正只要我在你身边，你就不会受到血脉影响。大不了我们躲进空间便是。小仓真乖，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找到这些药材的。我们先让秦玉天帮忙寻找吧，然后再去问问穆老。等我师父醒来，想必一定有办法。说吧，遇到什么事情了？师父，我们想去一趟黑暗森林，接玉儿的祖父出来。于是他把今日玉儿遭遇之事全部给师父说了一遍，唯独把空间隐瞒了下来。去黑暗森林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此行凶险，必须做好万全准备。穆老放心，师父教我炼制的丹药可以完全避开里面的瘴气和毒物，安全问题不必担忧。师父，我也要去，我从来都没去过呢，你不能如此偏心。你去干什么？影业门不需要人管了吗？师父，我觉得荣修这次应该去，他安逸太久，也需要历练一番了。行吧，你把影业门的事情安排妥帖，跟阿策商量一下准备的东西，过几日便一同出发。多谢师父，多谢师父。荣修，我那三妹最近如何？弟妹，你要不提，我还忘记告诉你了。她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没有，弟妹多心了。你那三妹简直就是练武奇才，也可能是她自己意志坚定，进去才短短10日，那些训练1年以上的人都不是她对手。按照现在的进度，她应该不出1年就能从刺风阁出来。荣修，过几日你叫她回家一趟，我想让她跟我一同去黑暗森林，她的安全我来负责。可以，这次就带你三妹一起吧。多谢穆老。这次一定要准备好足够的丹药，我要离开几日。当年弘毅给我留的东西，这次如果要带他回来，那个东西必不可少，我要去取回来。师父，需要我跟你一起去吗？你去干嘛呀？你只需要安排好门内的事就行了，去了也是添乱。师父这是嫌弃我了吗？师父，今日你早点休息，我跟玉儿就先回去开始准备了。去吧，如果我此行顺利，回来以后就准备出发。阿策，发生什么事了吗？这封信看内容应该是蓝家的人写的，信中写道，让南宫策取消跟翟思玉的大婚，而且还用他生母来威胁，说如果10日内得不到解除婚约的消息，就会收到蓝银霜的断指。蓝家为何要这样做？翟思玉忽然想到穆老说的蓝家特殊血脉的事情，自己的生父生母活生生的被拆散，看来蓝家不只是要想带她回去那么简单，现在明目张胆的给南宫策传信，难道还要她嫁给蓝家的人？玉儿，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大婚。阿策，你觉得我是任人摆布的吗？我想立刻回府朝一下蓝星星，现在也是该摊牌的时候了。他们害了我的生父生母不能厮守，现在又把主意打到我头上。现在先要想办法把你生母救出来，我已经派人去陈国了，让他们先潜入蓝家，随时汇报动向。阿策，我想亲自去一趟陈国，你知道我有空间，无声无息就一个人出来，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玉儿，这样太冒险了，别忘了你的血脉是蓝家的压制，现在只有小仓能够缓解片刻，我不同意。阿策，我们2人去如何？趁现在莫老没回来还有时间，我们也快去快回，明日开业后晚上就启程。行，就按玉儿说的办。姚姐在丞相府住的可还安稳？这是打算常住，跟我爹再生个孩子？你不用对我抱有敌意，蓝家之事不是我能控制的。不过我们倒是可以合作一次。蓝欣欣这样的回答有些出乎翟思玉的意料，他转过身子，眼神开始上下打量着眼前的女子，随即发现了她脸上有易容的痕迹，明明只比自己大几岁，却故意伪装成妇人的模样，如此处心积虑接近自己，还想合作。蓝青想要娶你为妻，现在消息应该传到你未婚夫那里了。他本是我的未婚夫，现在却执意要娶你，这个合作的理由充分吗？蓝欣欣居然跟蓝青有婚约，他们可是堂兄妹啊，这不是违背人伦底线吗？
怎么，觉得恶心？这种事情在兰家再正常不过。女子不能外嫁，男子必须娶族内之人。正因为有这样的传承规矩，到了我们这一代，后人已经所剩无几了。合作的条件是什么？让兰家立刻让我跟兰青成亲，这就是我的条件。作为回报，我会告诉你生母的下落。你让我一个人去对抗整个兰家，当我傻子吗？当然不是，你是兰家血脉，而且可以修炼兰家秘法。族内女子天生不能修炼，而你可以，这也是兰家要带你回去的原因。这是兰家真气秘法，传男不传女。兰青离开的仓促，并没有带走。你如果能练成这秘法，兰家没人是你的对手，你很有可能会成为兰家下一任家主。就在翟思玉看着一边摇头笑着，一边看着这秘籍的时候，蓝星星忽然伸出手掌，运起了真气。翟思玉瞬间做出了反应，手掌上也浮现出了橙色真气，中间还带着红色的光晕。如果蓝星星要动手，他不介意送他一程。你看见了吗？这就是差距。真气分为白、蓝、黄、橙、红、黑、玄几个等级，你从来没有修炼过，就能达到如此境界，所以这本秘法对于你是如虎添翼。血脉压制怎么破解？只要你练成了秘法，自然无人能够压制你。现在蓝青为黑色，家主就是你外祖父是玄色，血脉压女不压男。不过只要真气等级强过他们，这种压制自然会失效。蓝银霜现在在何处？翟小姐，你这是答应合作了。翟思玉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表示默认。蓝星星重重地松了一口气，他赌赢了。果然，找翟思玉合作才是他最该走的一步。姑姑在陈国青城兰家别院，她现在失忆了，谁也不记得。听我父亲说，当年把她带回来之后，就一直昏迷不醒。原本是让我表叔跟姑姑成亲，可是这一等就是数十年才醒。这件事也就此作罢。醒来之后也不愿意任何人靠近，就这样一直养在别院里。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离开丞相府？蓝青什么时候回来？他说月余就会回来，然后带上你一起离开，所以时间并不多。翟思玉当下就有了新的计划。这次跟南宫策去陈国带走生母，便没有什么再能威胁到他跟阿策的婚事。然后来个缓兵之计，跟蓝青去蓝家会一会他的外祖父。如果实在谈不下来，空间里的东西随便拿出一件出来，就能把他们全灭了。你的条件我答应，这次我会跟你们一同去蓝家，你跟蓝青也会如愿大婚。行，一言为定。阿策，我已经跟蓝星星谈过了。南宫策仔细地听着玉儿跟他说起刚才的事情，心里也有了大概的了解。就当他听到翟思玉要跟蓝青一起回蓝家的时候，南宫策猛地抬起头。玉儿，你……阿策，我不会一个人去，到时候你就待在空间里，我们一起去，这样他们就不会发现。待在空间里，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不过他又想到了一件事儿，如果南宫策在空间里，他是没有办法主动跟玉儿取得联系的。就像刚才一样，玉儿在空间，而他在外面，耳机也是不能传话的。如果玉儿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自己都没有办法出去，岂不是一样危险？于是南宫策把自己的担忧说了出来，结果翟思玉却是淡淡一笑。阿策，你忘了这个空间是我操控的，与外界的联系当然也是我能控制的，只是我没想到蓝牙耳机可以使用，所以没有打开空间与外界的声波传递而已。随即翟思玉闭上双眼，用意念打开了空间与外界的电波传递功能。主人，快进来，他们发现你了。主人，我察觉你身边有血脉波动。阿策，看来我不能再靠近了。没想到血脉之间除了压制还有感应，可是为什么我感应不了他们呢？玉儿，你就待在空间里，我跟小仓出去打探。蓝府内，正在书房里的蓝青忽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刚才仿佛感到翟思玉的气息，可是却转瞬即逝，难道是错觉？他刚回来数日，翟思玉就算到陈国来也没这么快，除非他没日没夜快马加鞭，连续赶路5日以上。蓝青摇了摇头，可能是这几日他太过紧张，传去圣天国的信，翼王应该收到了。如果后日还收不到对方的回复，翟思玉的生母就要受断指之苦了。虽然他不愿意这样做，可是祖父说，为了家族的延续，必须有人做出牺牲。显然这次被牺牲的人就是他的姑姑蓝银霜。
蓝青想的比较长远，如果姑姑真的出了什么事儿，翟思玉必定跟蓝家不共戴天，更别说成亲生子了。威胁归威胁，但是真的下手，性质就完全变了。他心里还是很喜欢这个表妹的，想跟她成亲也是真心的。于是他想再劝说一下祖父，能不能找个替身下手，不要真的伤害姑姑。孙儿见过祖父。这么晚了，何时非要现在过来？蓝康平看他久久不语，直接单手一拍桌子：成何体统？大男人说话磨磨唧唧，什么事情敢想敢做才是男子汉，畏首畏尾的像什么东西？蓝青早预料到祖父会发火，他表情从容淡定，从小到大已经习惯了这种说话方式，于是思索片刻，就开口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在蓝康平心里，翟思玉是一个意外。原本族内女子跟外男所生之子，按祖上的规矩是要抹杀掉的。当初他那个不争气的女儿，为了答应回家族，唯一的条件就是放过翟思玉。可是没想到这个外孙女不但继承了血脉，而且很有可能是百年不遇的稀有血脉。如果为了逼她回来跟颜青成婚，真的伤害了银霜，想必日后翟思玉一定对蓝家心生芥蒂，绝对不会归顺家族。你明日去一趟别院，让你姑姑用别人的血书信一封，再去一接同龄人断指。如果沈天国后日还没有消息，就派人送过去。你们折返时还是在刚才的那个位置等我。我知道了，主人，我们大约1炷香就回来。我那便宜外祖父还真是为了家族牺牲至亲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没想到蓝青还有那么一点良心。阿策，这里很好进入，我一个人去吧，人多了反而不太方便。玉儿，带上小仓，他可以帮你警惕一下四周，如果遇到危险，立刻传话给我。主人，我鼻子好，很快就能找到你母亲。好，那就拜托你了。主人，这位是你母亲吗？白色薄纱随风飘起，当翟思玉看见女子容貌时，灵魂仿佛被重重的一击，从未有过的熟悉感融入心间。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性子冷淡之人，很难有人走进他的心里。可是看到蓝银霜的瞬间，那种血脉至亲的熟悉感，翟思玉呼吸有些急促，心跳也变得很快，心里有一股想要靠近的冲动。这女子就是他的母亲。谁？母亲，女儿来晚了。你叫我母亲？是不是认错人了？没有认错，你就是我的亲生母亲。母亲，你怎么了？一定是自己唤起了母亲尘封的记忆，跟体内的血石榴起了冲突。他把止痛药丸塞进对方嘴里，翟思玉不想再耽误，直接背着他几个闪身就出了别院。他小心翼翼地把蓝银霜放在沙发上，立刻为他诊脉。脉象细弱软滑，规律不定，一看就是心有郁结。长期不思饮食，气血不足，而今日情绪波动较大，所以才会晕厥。玉儿，别难过，母亲会好起来的。阿策，母亲不记得我了怎么办？玉儿别哭，你母亲没有真的忘记，只是服用了药物的原因。等你师父回来，定有解决办法。对，血石榴是师父找来的，他一定有办法，真是关心则乱。阿策，我们现在就启程回去。玉儿，你打算把母亲安排在什么地方？阿策，我已经想好了，母亲就安排在空间里，我父可一处幽静的宅子，周围也是青山绿水，这样的话就算奶娘进入也不易发现。每日我会采买食材送过去，顺便也可以陪陪他们。小姐怎么会不见了？一群废物！颜青，你立刻去圣天国把翟思玉带回来，如果带不回来，你也别回来了。是，孙儿立刻启程。2日后的深夜，穆老回到穆府，翟思玉和南宫策收到消息，第一时间就赶了过去。穆老，这次辛苦您了。师父，这次可还顺利？师父出马，当然一切顺利。你们可准备好出发的东西了？师父，都已经准备妥帖，你先休息几日，无妨。那就明日申时出发，宜早不宜迟。谁知道那个老家伙是不是已经回来了？对了，顺便也带上几壶好酒，他可是馋着口的很呐。策儿，这次去黑暗森林，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影仪跟你一起怎样？多谢父皇好意，儿臣不带随从。上次跟你提的事情，考虑的如何呀？
儿臣不知父皇所言何事。你就跟朕装吧，你还想朕累到什么时候？父皇勤政爱民，是百姓之福泽，儿臣岂敢继位登基，夺父皇之贤明？儿臣万万不敢。哼，你有什么不敢？朕看你敢得很，居然公然抗旨。南宫策暗自摇头，父皇这是唱哪出？又开始演上了。这件事没得商量，大婚以后，朕就下旨册封你为太子。想跑没门儿，退下吧。我们已经正式进入森林了，里面有可能会遇到毒物，一切活物都不能碰，遇到袭击直接斩杀。此处只是森林外围，里面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大家打起精神来。师父，月儿之前跟黑暗森林的人交手过，那些毒物仿佛被人操控一般，可以通过气息追踪。这是上官族的秘术。弘毅沉睡了这么多年，族内应该有人按捺不住了吧？我们加紧赶路，此处不宜久留。主人，有东西在靠近，数量很多，有危险。什么风位？还有多久抵达6前方，大概1盏茶的时间。主人，快躲起来！前方有危险，大家做好准备，离开地面。全部跳跃到树枝上，快！阿策，我怀疑黑衣人发现我们了，这次来的毒物跟上次一样。主人，那些毒物太多了，简直密密麻麻，铺天盖地的。阿策，你跟我去前面，毒物怕火，绝不能让他们近身。我跟月儿去前面拦截。师父，你们守在原地。胡闹！两人却能拦截什么？小仓，你去木朗附近，随时报告情况。好的，主人。阿策，这是燃烧弹，威力巨大，我们必须把他们全部烧死。周围立刻形成1米多高的火墙。阿策，记住我这里多得很，今天必须把他们都烧死在这里。奶奶的，黑衣人每次都用这个名招，有本事来单挑，今天就把这些虾兵蟹将全部给他废了。阿策，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森林里的深处，距离目的地暮色还有1日的路程。等你师父回来，南夫人也就能好起来了。然后我的母妃，你母妃定会没事的，相信我的直觉。几人在山洞里简单吃了一点东西，就开始各自休息，直到深夜都没有发生任何异样，一夜安好。翟思玉睡得不沉，他睁开朦胧的双眼，意识瞬间清醒。他环顾四周，慕容修抱着佩剑在洞口闭着双目，其他人要不是坐着，要不是侧躺在地上，都没有一人睁眼，包括南宫策在内都没有醒来的迹象。阿策，醒醒！他走到南宫策身前，拿出瓷瓶放在他鼻尖处，微微一晃，却一点醒来的迹象都没有。翟思玉又轻手轻脚挪到其他人的身边试了试，还是不能让他们苏醒。他抬头看见洞里越来越浓的黑雾，快伸手不见五指了。再这样下去，他们必定有危险。他抬手一挥，就带着南宫策先闪进了空间。阿策，你醒醒！月儿。翟思玉见状不敢再耽误，立刻闪出空间，把众人都挪了进来。阿策，黑影人来了，他们已经中毒，我出去看看。小仓还在外面，毒物伤害不了我。月儿，他们如果醒了，该怎么？阿策，先给他们喂解药，然后待在原地等我回来。至于怎么解释，你看着办。小丫头，出来吧！杀了我那么多毒物，今日你必死无疑。谁死还不一定呢。你除了会控制鼠虫蛇蚁，释放一些毒气，还会什么？丫头，你为何没中毒？你跟上官族有什么关系？别耍花样，否则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月儿，你可有受伤？翟思玉没有回答南宫策的话，快步走上去，抓起他的手开始诊脉。片刻，他紧张的心放松下来。还好毒素已解，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就在翟思玉说话的时候，转头一看，发现其他人还是躺在地上，没有醒来，瞬间脸色大变，立刻过去蹲下，开始一一把脉。阿策，你把解药给他们吃了吗？怎么都没有醒来呢？他们已经醒来了，是我用熟睡粉让他们睡过去了。策儿，这是怎么回事？翟思玉没有隐瞒，只是说大家都陷入了沉睡，
自己把之前释放毒物的黑影人制服了，现在就在外面，请穆老去辨认一下身份。穆老，那人问我跟上官族什么关系，你说他会不会认识我师父？穆老摸着胡须，看着斜躺在地上的人，他蹲下身子，用手拉开黑影人脸上的蒙面罩。当看清此人面孔时，眼里的震惊不语言表。穆老他是谁？是敌是友？此人跟上官弘毅年轻时容貌非常相似，如果没有猜错，他应该是弘毅的儿子，也有可能是你的父亲或者叔伯。玉儿，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但他想来问问便知。误会？哼，如果真如穆老所说他是师父的儿子，难道会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他如果不是你父亲，可能还真不知道你的父亲是谁。你是弘毅的儿子？你是谁？怎么知道我父亲的名字？哈哈哈，你是上官林还是上官锦啊？你认识我？哈哈，你这么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呢。为何要杀我？我跟你有什么仇？说。真像，长得太像了。你应该是我大哥上官林的女儿。你的眉眼跟大哥简直如出一辙。要是他还在世上，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女儿，应该会很开心吧？既然我是他的女儿，为什么三番四次追杀我？现在装什么情深意重？哎，这个事情说来话长。既然说来话长，那就长话短说。当年大哥跟兰家嫡女相恋，我真心为他高兴。大哥也带我去见过兰家小姐，而且还告诉我他们很快就会成亲。后来我闭关修炼，过去1年，当我出来后却找不到大哥，就去问父亲，却被狠狠地骂了一顿。我想着大哥应该已经跟兰家小姐成婚了，就去升天国打听他们的府邸。谁知道兰家小姐居然没有跟大哥成亲，却嫁给了当朝丞相。我气愤不已，想找大哥问个究竟，可是找了好久都没有消息。于是又回到了黑暗森林质问父亲，可是他什么都没有说，只说大哥已经死了，就当没有大哥这个儿子。我当时悲愤交加，如果没有兰小姐扶了我大哥，父亲怎会弃大哥生死不顾？于是我想给大哥报仇。后来我听说兰小姐有孕在身，就想对她下手，为大哥讨回一个公道。在兰家小姐离世后，没想到她居然生下了你。想着你小小年纪，在柳夫人的折磨下肯定活不过几岁，便让你在乡下自生自灭。可没过几年，父亲却跟大哥一样突然消失，只剩下我一个人跟妹妹相依为命，心中对兰家痛恨无比。就在今年，又听闻丞相府大小姐归来，而且名声大噪，还跟翼王即将成亲。后面的事你都知道了。如果我早知道你就是大哥的骨肉，我怎会下此毒手伤害兰小姐？怎会对你下杀手？我对不起兰小姐，对不起你呀。你说我父亲死了，是怎么回事？当年父亲说大哥死了，我不太相信。可是这么多年我四处寻找打听，一点消息都没有，而且父亲也消失不见，我就更加怀疑他们是不是都不在世上了。你父亲上官林没有死。老先生，你说什么？他现在在哪儿？可还安好？你父亲他在闭关，最近应该要出关了，这次我就是过来接应他的。那我父亲在哪里？我怎么都找不到他？他在……祖父在哪儿？不能告诉你。你连孩子妇孺都能下手，谁知你怀的什么心思？你们不相信我，也是人之常情。换做我也无法原谅，无法信任。如果父亲和大哥能回来，我愿意自废武功，永远不踏出黑暗森林一步。你这是干什么？怎么如此极端？动不动就是你死我亡，真是一点都不像你老子。唉，真是造孽呀！我不管你是真忏悔还是假关心，见到祖父之前你就先躺着吧。至于受到什么惩罚，谁来惩罚，一切由祖父定夺。你可有意见？现在开始，一切都听侄女的，叔父一定会补偿你。师父，能听到我说话吗？我睡了多久了？你呀，睡了10年有余了。师父，我想你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傻孩子，应该叫祖父，是我没有保护好你，让你受苦了。蓝思玉慢慢的给上官弘毅讲述着他来到这里后所发生的一切，没有一丝隐瞒。
包括空间和小仓，包括他救出了母亲和兰家的恩怨，包括上官锦因为误会多次追杀他，包括自己跟南宫策的亲事，全部都告诉了他。玉儿，带我去见那个不孝子。祖父，你身体还没恢复，这些事情晚些时候再处理不迟。玉儿，上官家族传承数千年，占卜传给你父亲，咒术传给你叔父，医毒则传给你姑母。但是你叔父却为了一己私欲，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居然使用禁术，差点害你性命。他圈养毒物，违背祖训，我必须要教训他。祖父，我把他弄出来吧，你就别折腾了好吗？父亲，是你吗？父亲。锦儿，当年传承咒术时是如何在祖先排位前立誓的，你都忘了吗？父亲，是儿子糊涂，儿子愿意费出功力，永远不出黑暗森林一步。自废武功，你觉得这是最好的结果？上官家族这一代已经人丁担保，除了玉儿一个小辈，哪里还有子嗣？父亲，我把咒术功法都传授给玉儿，然后我再自废武功，你消消气。你就知道自废武功，我现在就废了你，真是没用的东西。父亲，你要怎么才肯原谅我？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以后都听你的。给你1个月的时间，玉儿大婚之前把你大哥找回来，就算你将功补过。这事包在我身上，一定会把他找回来。父亲，大哥当初失踪之前，他有没有说过什么特别的话？我找了他10几年都没找到。你大哥一定是去寻找血石榴解药了。据我所知，整个玄天大陆只有一处有可能寻得此物，所以他应该是去了九天泽寻找冰莲了。表妹，几日不见，更加美艳动人了。蓝公子，你我好像还没有熟到用这种称呼吧？好歹我也是未来的翼王妃，这不合礼数。表妹，可知今日找你来是何意？外祖父已经同意了你我的婚事，回去后择日成婚。哦，把盛天国未来翼王妃带走，有没有想过后果？这样真的好吗？这些事情，表妹就不用担心了。丞相府本就跟你非亲非故，是死是活又何妨？听你这意思，是要下死手了？这是最坏的打算。不过表姐既然已经跟翟丞相达成了共识，自然就保住了他的性命。表妹只管跟我回去，做好嫁给我的准备，其他的事情我来办。可以，那我就先回去了。我离开后，他一直都在丞相府吗？是。何出此言？难道发生了什么事了？姑姑不见了，被人接走了。哦，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跑到陈国兰家地盘把人接走？你不会怀疑是翟思玉吧？与其怀疑他，上官家应该更有可能。蓝欣欣故意这么说，就是为了帮助他摆脱嫌疑。这样一来，此次的蓝家之行才能更顺利，他跟蓝青的婚事就更有希望。表姐为何会突然提到上官族？难道你知道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要多揣测吗？翟思玉跟翼王大婚的消息谁不知道？他的生父自然也会知晓。别以为蓝家做的事情天衣无缝，就不会留下蛛丝马迹。只要有心，肯定会查出姑姑的下落。蓝青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对翟思玉的怀疑彻底打消了。表姐，你今夜就收拾一下，明日准备出发。至于翟丞相怎么跟外界说，我相信你应该知道。父皇，玉儿的祖父已经回来了，认祖归宗是迟早的事。蓝家也对丞相府摊牌了，玉儿的身份就有些……毕竟赐婚的是丞相府嫡女，如果身份发生了变化，南宫策担心成亲会出什么岔子。你从小就有婚约的是蓝银霜的女儿，难道他父亲不是翟丞相，他就不是蓝银霜女儿了？至于翟丞相，蓝家应该是用了什么手段。总之，不管他姓上官还是姓翟，都是朕的儿媳妇。欢迎表小姐回家。表妹，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院子，喜欢吗？烟雨院，名字确实不错。既然表妹满意，就好好休息一下，晚些时候准备好家宴，为你接风洗尘。你们都各自去忙吧，我要休息，不用贴身伺候，都退下吧。表小姐，小姐终于盼到你回来了，老奴有机会带你去见见他。
廖小姐，你受苦了。嬷嬷，你这是……廖小姐，他们想害你呀，你赶快逃吧。嬷嬷，起来慢慢说。老奴原本是小姐身边贴身侍女，跟林嬷嬷一起侍奉在侧。当年小姐出嫁，我身染重病没能随行，就一直留在兰府。唉，现在的兰家已经不是以前的兰家了，他们富可敌国，做事情越来越不顾及颜面，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小姐回府后一直被他们养在别院，虽然衣食无忧，却没有自由，就连老奴都没能见上她一面。廖小姐，他们想让你跟大少爷成亲，你可千万别答应。兰家的女子生完子嗣后都没有好下场。翟思玉这才想起来，确实没有听到过母亲以外女子的下落，包括他从未见面的外祖母，还有2个舅母。他们会对女子如何？老奴只知道他们会被幽禁起来，然后自生自灭，仿佛是怕泄露什么秘密一般。廖小姐，你要当心他们，今日晚上不要随便吃东西，老奴害怕他们对你不利。嬷嬷，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不会有事的。嬷嬷，你知道兰府女眷都幽禁在什么地方吗？他们都在府里的地下室，我们下人根本无法靠近，都有专人每日送食物进去。翟思玉轻轻点着头，今晚家宴，府里的人都会聚在一起，正是让阿策去打探一下的好机会。主父，兰家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主母和我的母亲……住口！现在不是你知道的时候。兰家在灵气稀薄后就出现了一种怪病，凡是生育后的女子在中年后都会变得嗜血。开始发病时，一般在产子10年后，整个人会变得暴躁且力大无穷，偷吃家中牲畜。后来产子后发病的时间越来越短，到兰青这一代几乎是生产之时就会发病，伤害刚出世的婴儿。当年兰欣欣和兰青就是她好不容易从产房里救出来的，里面的接生婆全部死于非命，惨不忍睹。他为了保守秘密，把知情人全部杀了，2个孩子的母亲都被关到了地下室，跟他的妻子关在一起。思玉，怎么不吃了？不合胃口吗？我千里迢迢的来到陈国，今日家宴却不见我的母亲，确实吃不下了。先吃一些甜品吧，缓缓再吃。至于银霜，她现在很好，只是身体羸弱，不适合外出，也不适合见客。思玉啊，这次外祖父把你接回来，就是为了跟青儿成亲。至于在圣天国跟翼王的婚事，你可以给他书信一封诀别信，只要你悔婚，翼王如此高傲之人，也不会再继续纠缠。外祖父说的是，思玉就按您说的做。可是什么？可是表哥是表姐的未婚夫，我要是跟表哥成婚，那表姐怎么办？这云里不服。思玉啊，这个事情外祖父自有安排，兰府就算养他一辈子也没问题，你就不用操这个心了。祖父的意思是，要让杏儿这一辈子都留在府里当个老姑娘，终身不嫁。哼，混账东西，谁准你如此不懂规矩的？在长辈面前大呼小叫，哪里还有大家闺秀的风范？自古以来，婚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什么时候轮到你自己做主了？外祖父，这好像不对。我的婚事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还有圣皇的圣旨，现在还不是说变就变，要把我给许配给表哥，所以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底是听还是不听呢？祖父，我的祖母、大伯母和母亲，你为何囚禁在地下室里？这是不是兰家女子最终的归宿？父亲，星儿说的话是真的吗？我的妻子一直都在府里，没有难产而死。父亲，母亲难道不是当年外出被山匪所杀吗？就在几人僵持不下的时候，翟思玉收到了南宫侧的传话。玉儿，地方已经找到，里面关着3位女子，但是她们衣着干净，没有受皮肉之苦，仿佛是被人养在这里的。祖父，星儿说的没错吧？你为何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的亲人？这难道也是为了兰家着想吗？是不是以后表妹成亲生子之后，也会被你无情地关起来？
人已经找到了，要不要救？要。不行，你们不能带他们出来。父亲，为何不可？祖父，今日你要给我们一个交代，你为何要这样做？蓝家主，现在可以把话说清楚了吧？不然我们就去把人带出来，问个明白。你没有？没有什么？没有失去心智？哼，你觉得这世上会医毒之术的只有你们蓝家吗？你见到上官了？是又如何？这些雕虫小技在我祖父面前都是渣渣。都坐下吧，我现在把所有的缘由都告诉你们，至于放不放出来，你们听了以后再做决定。这件事说来话长，当初蓝家是赫赫有名的司空一族，以真气闻名天下。思玉啊，当年不是外祖父狠心不带你走，我是想让你脱离蓝家这个魔咒，想让你平凡的长大。可是谁知道你如此命苦啊！还是……父亲，那上官家真的有办法医治吗？我也不知道，只有等他看过以后再说。祖父，我想去看看祖母他们。去吧，都去看看吧，不过别靠太近，小心受伤。母亲，星儿，你的生母在右侧，青儿的生母在左侧。思玉，不知你祖父现在在何处？能不能转告他，让他有机会来兰府看看？原本硬要你嫁给青儿，是我不对，但当时确实只有这一个办法。如果此病能解，他们的婚事就不会有变数。我不知道祖父会不会给一个伤害他亲孙女的家族看针。此次来兰家，也就是为了告诉你们，我跟翼王的婚事如期举行，谁都无法干涉。说完，翟思玉手掌上出现一抹黑色真气。是的，他已经练到了黑色，离玄色就仅仅只差一步。怎么可能？你没有在蓝家宗祠受过仪式，没有接受传承，怎么就练成了黑色了？可能是天赋异禀，上天眷顾吧。至于祖父愿不愿意来，那得看他的意思，我只能如实相告。玉儿，怎么样了？地下室那些人……阿策，我们明日就离开吧，这里没必要再待下去。只是离开前，我需要见一下蓝星星，毕竟当初答应过他的事情可能有变数。谁？是我。你有什么打算？我要离开这里，帮我寻一处栖身之所。想清楚了？是，想清楚了。蓝家这种怪病，我猜想就是族内通婚的后果。我不想变成怪物，哪怕找到了解决方法，我也不想再嫁给蓝青。当年姑姑跟外族人成婚，到现在都好好的。由此可见，打破这个魔咒的办法是有条理。你放得下对蓝青的感情？他从来心里就没有我。既然如此，何须自取其辱？好，我明日准备离开，你跟我一起走吧。不行，你先走，随后我到圣天国寻你。玉儿，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王爷，现在京城出现了一家医馆，叫回春堂，前些日子救助了不少百姓，而且还是免费义诊，一时间名声大噪，比秦公子的玉草阁都有名气。还有就是……还有什么？快说。还有就是，传闻王妃不是丞相府的嫡女，现在京中一些贵女都在说圣皇的赐婚应该作废，还要联名上奏，让圣皇重新赐婚。玉儿不用担忧，父皇说过，我自幼定亲之人是蓝银霜的女儿，这从未改变过。至于你姓什么，这都无关紧要。我不担心，只是想知道背后搞鬼的人是谁。祖父，你这是打算留在京城了吗？上官家族不必是了。是这么打算的。你现在脱离了丞相府，即将跟翼王大婚，必须要有一个震慑圣天国乃至四国的身份。黑暗森林少主，上官家嫡女，这样的靠山，我看谁敢在背后嚼舌根。回春堂也是上官家的，以后也将开遍四国，成为天下第一药堂。圣皇那边你放心，我已经跟他私下见过面了，他表示很赞同，自己的战神儿子
去黑暗森林少主，这要说出去，四国谁还敢惹？侧儿，这下你放心了吧？过几日上官府开府搬迁之时，朕就会下旨给玉儿严明正身，一切流言蜚语就将终止。好好回去准备大婚，礼部那边都是你二哥在亲自操办，这几日可以去看看。是，父皇。侧儿，册封太子之事就在你大婚当日宣旨，做好婚后入住东宫的准备。玉儿，父皇将在我们大婚之日册封我为太子，这件事你怎么看？哦，圣皇果然有阳光，上天国确实只有我的阿策才有这个资格。玉儿觉得我会是一个好皇帝吗？当然，你不仅是个好皇帝，而且会成为名垂千古一代帝王。玉儿愿意跟我一直居住在宫中？那不然呢？难道你要把我送去宫外，然后广纳后宫？玉儿，我南宫策今日在这里发誓，此生只会有你一位妻子，绝不会纳任何女人为妾。好，这可是你说的。如果你违背承诺，那我就离开你，让你永远长大。玉儿，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上官族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黑暗森林上官一族多年来与圣天国和平共处，互帮互助，赫赫之功，着落不凡。今朕特许上官族定居圣天国，赐府名上官玉府，并为黑暗森林少主正名，翟思玉正式更名为上官玉，钦此。什么？黑暗森林少主就是丞相府大小姐翟思玉啊？怎么可能啊？怎么不可能？圣旨都下了，难道还有假吗？你们小声一点，被人听见议论圣旨，可是要杀头的。翼王南宫策，上官玉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翼王南宫策已弱冠之年，其赐婚丞相府嫡女翟思玉，由于身份变动，今朕特言明：黑暗森林少主上官玉，书圣性沉，情面柔顺，雍和翠纯，性情温良，克贤内则，淑德含章，朕公闻之甚悦。上官玉以翼王南宫策天造地设，特将如许配给翼王南宫策为王妃，一切按原规制置办，于5月15完婚，钦此。谢圣皇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南宫策的马车行驶在官道上，他心里想着，忙完军营的事情，就直接去礼部找南宫萧，询问一下大婚的事宜。王爷，路上躺着一个人。下去把人抬到路边，小心行事。是，王爷。王爷，地上之人好像是七国公主戚天心。南宫策回想起前几日传来的七国消息，戚天心战败出逃的事情，但是他没想到他会逃往圣天国。王爷，这……南宫策在脑海里快速判断着七国的局势。戚天浩与南宫明私下勾结，谋夺七国皇位，看来已经成功了。现在整个七国都在暗中追杀他。如果自己救了戚天心，想必也能从中套出一些别的情报。南宫明应该也会在大婚后有所行动。如此看来，救下戚天心也没什么损失。只是不知道他此番逃到圣天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把他送到回春阁，由王妃就职。是，王爷。快把他送到急救室。若风，你在外面守着，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是，王妃。现在戚天心的状况非常不好，显然已经失血过多，脱水严重，快没有了生命体征。戚天心还真是命大，遇到了我，否则就算拔出箭头，这剧毒恐怕也无人能解，他必死无疑。戚天心这次真是死里逃生，能不能挺过来，还要看这2日的恢复情况。月儿，戚天心在这里，迟早会被人找到，到时候会给回春堂带来麻烦，要不今夜把他转移出去。后来经过商议，他们决定把戚天心偷偷送到幕府休养。戚天心在昏迷了3日后才悠悠转醒，他费力地睁开双眼，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你醒了？翟思玉，是我。你救了我。为什么？因为顺手而已。你会医术？跟谁学的？祖父。祖父？
也就吹吧。翟丞相父亲可是早就过世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上官玉握住他的手腕，仔细的诊着脉。怎么样？我没事吧？还行，死不了。这还用你说？我现在不叫翟思玉，我叫上官玉，是黑暗森林少主，所以我的医术你放心，除了我，没人救得了你。你身上刀伤30余处，深可见骨，经脉损伤，胸口见伤，离要害只差1点，而且含有剧毒。算你命大遇到了我，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不过好在淤堵几次就能清除，经脉休养以后也能恢复，只是暂时不能使用内力，需要10日调养，这里很安全，你不用担心。没想到昔日他最痛恨、最讨厌、最嫉妒的人，此时会这么用心救治他，而自己的至亲之人却想置他于死地，要他的命。你不用感动，病好以后把诊金送到上官玉府，一共1万两黄金，我抽诊可是很贵的。你为什么会变成上官玉？你跟黑暗森林什么关系？这是家事，无可奉告。你主父亲上官？废话。你跟翼王的赐婚作废了吗？没有。你能不能不要只说2个字？可以。老娘没被乱刀砍死，没被毒死，去会被这个女人活活气死。我要休息了，你出去吧。可以。本公主管你什么玉，总之就是讨厌你，讨厌你，讨厌你。这个七天心挺有意思的。阿策呀，你赶快去把这个公主弄走吧，太难伺候了。荣兄，这是怎么回事？谁知道啊，每天大呼小叫，跟谁亲了他似的，凶巴巴的。阿策，我们不妨去看看，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找我有事。7天运就日月之寒。一时间，房间里陷入了沉默。你不好奇月之寒的事情？他对于我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反而对你更加重要吧？月之寒那个贱人，跟齐天昊内外勾结，借用宣王的私兵囚禁父皇，他还杀了我的亲信，我迟早会让他生不如死。既然你对他不感兴趣，我有一味药，你应该感兴趣。说说看。因为你母亲南银霜至今还健在，但是服用了血石榴，失去了记忆，而我有如来冰莲。条件是什么？帮我拿下七国。这个事情你是不是找错人了？你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吗？不，没有找错，就是你。你有什么想法不妨直说，别拐弯抹角的，懒得猜。能把翼王请过来吗？合适，但说无妨。宣王有私兵20万，有10万在七国边境，而且还有1个人在帮他养兵。如果天圣国太子人选不是宣王，他就会带兵逼宫，齐天昊也会攻打圣天国，到时候里应外合，不知翼王会如何应对。你有何想法？听到这句问话，齐天心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的猜测没有错，圣天国未来的太子就是南宫策。他的复仇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齐天心详细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并表示如果帮他夺回七国，以后将会跟圣天国签署100年和平条约，而且甘愿为附属国。他可以预见到以后南宫策登基为帝，又有上官玉黑暗森林的势力，成为玄天大陆最强的国家是必然的。4国平衡已经被打破，不如趁现在就提前谈好条件，换得七国100年和平。可以，本王应下了。多谢翼王殿下。你说的如来冰莲何时能拿到？过几日，待我能够下床之后，就会去七国安装取来。你放心，我齐天心绝不食言。好，一言为定。混账东西，朕知道他有野心，觊觎皇位，可是没想到居然圈养私兵，勾结外敌，想逼宫谋反。父皇，请息怒，保重龙体。来人，传朕口谕，玄王、燕王即刻进宫。儿臣参见父皇母后。平身，赐座。朕今日叫你们过来，是有一件事要宣布。高福海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帝王祭天立即，抚宇还区，必建立原储，茂隆国本，以免宗室无疆之休。三皇子南宫策，日表英奇，天资翠美，天意所属，自恪遵朕旨意，在即典礼，抚顺舆情，警告天地，
宗庙社稷，于5月15日受南宫侧一侧宝，立为太子，正位东宫，以重万年之统，以凡四海之心。钦此。儿臣谢父皇圣恩。恭喜太子殿下。父皇，这是为何？立太子难道不需要朝中文武官员表态吗？皇上，您这样做是否太仓促了？明儿是嫡长子，你让他以后如何自处啊？怎么就不能自处了？你是想让朕赐一块封地，让他去哪里自处吗？圣天国历来就是立贤不立嫡，你对朕的旨意有异议，想造反吗？母后，地上娘，儿臣送您回宫休息。皇上，臣妾只有明儿一个儿子，而您却有很多儿子。刚才臣妾只是一时心急，言语中冲撞了陛下，你我夫妻一场，请皇上宽恕。朕不怪你，下去休息吧。明儿好好陪陪你母后。是，父皇，儿臣告退。臣妾告退。烟雨如江南，山水如墨染，宛若丹青未干，提笔然点玉川，行舟临秀川，画一对青蓝，缱绻依然。这样子，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说完，直接一个热吻落在他的唇上，双手也不停地在其身上游走。齐国公主齐天心觐见。齐天心，他怎么会在这里？上官明转头看向殿外，身旁的齐天运也全身抖得厉害。哦，宣。齐天心参见圣皇陛下。今日皇妹大婚，天心远道而来，备上一些薄礼，以表两国联姻之喜。哈哈哈，齐国公主客气了，待会儿太子加冕典礼，天心公主就一起参见吧。是，天心遵旨。来人，传朕旨意，移步圣天坛。月儿，我的妻，我终于娶到你了，你真美。说完，直接一个热吻落在他的唇上，双手也不停地在其身上游走。他把玉儿环抱在怀里，这一刻，他只想跟他相拥相吻，永远不分开。阿策，我们要准备更衣了，加冕期时快到了。玉儿，今晚我们去空间，那里没人打扰我们。今三皇子一王南宫策立为元储，茂隆国本，以绵江山社稷，警告天地，宗庙，授以策宝，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以重万年之统，以凡四海之心。钦此。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岁！母后，你怎么了？皇祖母，母后，你不能死啊！母后，你这是怎么了？混账东西，什么死不死的？来人，传太医。父皇别急，我们先把太后挪到安静之处。对，现在皇宫里哪里都危险，
只有玉儿的空间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传朕旨意，所有人不得踏出皇宫一步，原地待命，违者斩。父皇，玉儿判断是剧毒，事不宜迟，现在必须马上送到安全的地方。来人，送太后回宫。是。皇上，让臣妾去侍疾吧。高德海，去把慈宁宫所有的宫女太监全部带过来，朕要当众审问。是。说，这段时日谁去过太后寝宫？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这几日所有进出过慈宁宫的人，奴才都有记录在册，请皇上过目。什么时候开始，慈宁宫还会有人记录这些了？4月初1，辰时，张太医请平安脉，众嫔妃问安。4月初2，辰时，众嫔妃问安，丽妃留下陪太后下棋。4月初3，辰时，众嫔妃问安，皇后偶感风寒未到，4时派宫女沉香送鹿茸1盒。4月初4，辰时，众嫔妃问安，皇后风寒未愈，派宫女沉香送来悬丝锦2匹。4月初5，辰时，众嫔妃问安，皇后风寒未愈，派宫女沉香送来上品血燕1盒。皇上，臣妾送去给太后的东西确实都是好物件啊。那几日臣妾偶感风寒，害怕把病气过给了母后，所以才差人送去的。来人，把这些东西都给朕拿过来，还有把宫女沉香带过来。是，奴才遵旨。启禀圣皇，沉香丫头没找到，据说已经消失几日了。皇上，那个丫头这几日确实不在宫中，臣妾让她回家省亲了。哦，怎么这么巧？来人，带人去翊坤宫给朕搜，再带人去他家里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属下领命。传太医，给朕验毒。皇上，您就这么不相信臣妾吗？这些都是臣妾孝敬母后的东西，你我夫妻多年，难道皇上怀疑臣妾？启禀殿下，翊坤宫的枯井内发现一具女尸，但是面容尽毁，无法辨别容貌。宫女沉香家人也早就空无一人，据属下打探，他家人早上个月就已经举家迁移离开了京城。大理寺少卿，全王上前听旨。儿臣在。朕命你3日之内查出太后中毒的来龙去脉，缉拿真凶。如果查不出来，朕就将你卸职查办。儿臣遵旨。传朕旨意，皇后身体风寒未愈，凤体欠佳，今日起在翊坤宫安心静养，任何人不得打扰，待朕确认康复后才能外出。玉儿，皇祖母怎么样了？她还好吗？阿策，皇祖母已经没有危险了。玉儿，我说过要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上官，你不要隐瞒朕，太后究竟中的什么毒？老夫什么都瞒不过你呀。老夫有一女儿，只有传承医毒之术，她也很有天赋，学得很快，并且喜欢研究古籍。我有许久没有见过她了，前些日子更是寻不到人。此毒确实是黑暗森林的手法，但是老夫保证，跟玉儿还有我2个儿子没有一点关系。唯一有嫌疑的就是上官晴，明日老夫就去寻他，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给此事一个交代。上官，朕从来没有怀疑过玉儿，更没怀疑过你。朕只是在想，如果真的查明此事跟你女儿有关，你准备怎么办？陛下，如果此事是小女勾结他人蓄意谋害太后，做出危害圣天国的事，那仍由圣皇处置。但如果小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利用，则请圣皇从轻发落。明日我就出京寻找小女，定将人带到你面前。放心，朕也会查个水落石出，绝对不会冤枉任何人。阿策，这是……玉儿，我说过要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盛大的婚礼？难道刚才在乾清宫里的还不算盛大婚礼吗？
你们先去屋里换衣服吧，这些都是阿策精心准备的。阿策，谢谢你。这是真的吗？不会是我在做梦吧？玉儿，我们走吧，马上开始了。各位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今日是南宫策和上官玉的大婚之日。为了更有纪念意义，为了让两位行人在诸位的见证和祝福下完婚，特意准备了这场别开生面的婚礼。现在我宣布，婚礼正式开始。岳父，玉儿往后余生就交由我来照顾她，我会爱她一辈子。新郎南宫策，你愿意娶上官玉为你的妻子，无论她贫富贵贱、生老病死，无论逆境顺境，你都愿意永远陪伴在她身边，不背叛，不抛弃，爱她，保护她，忠诚于她吗？我愿意。新娘上官玉，你愿意嫁南宫策为你的丈夫，无论他贫富贵贱、生老病死，无论逆境顺境，你都愿意永远陪伴在他身边，不背叛，不抛弃，保护他，忠诚于他吗？我愿意。双方交换戒指。现在，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到底是什么样的缘分让我们遇见？玉儿，我们喝了这杯合卺酒，早些休息吧。玉儿，我们去空间。空间里，两人的衣服从别墅客厅一直散落到2楼卧室。阿策，我爱你。今日你大婚第一日，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父皇，儿臣挂念皇祖母，查到一些线索，想给父皇禀报。哦，这么快就有结果了，说说看。儿臣昨日询问过太医院，然后把可疑的几个物件全部列举了出来，其中5件都是御赐之物，唯有1件来自宫外。哦，此物是谁送进宫的？怎么，此人位高权重？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儿臣的王妃。圣皇有些惊讶，他没想到明儿居然把自己的王妃拿出来顶罪，而且他们昨日才刚刚大婚。如果真的是七天运投毒，那就更能证明是他的主意。现在东窗事发，连自己的结发妻子都可以抛弃，他怎么会生出这样冷血无情之人？父皇，儿臣一定会彻查此事，还母后一个清白。你打算怎么做？儿臣想将他押入大理寺，让他供出幕后主使人。你准备怎么跟齐国交代？这可涉及到2国邦交，齐天运下狱可不是容易的事情。父皇，齐国齐天星尚在升天国，来龙去脉他也知晓，想必不会有什么误会。南宫明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七天运的事情，让齐国有起兵的理由，这样他的计划才能更隐蔽。皇叔和七天昊那边已经传消息过去了，只等找一个契机直接逼宫。准了。谢父皇，儿臣告退。米儿，难道我们父子真的有刀剑相向的一日吗？想不到那个老不死的真是命大，居然还没有死。卿上说让我们离开代军进京，你怎么打算？米儿还是太稚嫩，他以为圣皇和南宫策是吃素的，他们肯定早有防备，此事绝对不能硬来，否则会中了他们的圈套。此话怎讲？哼，有时候战争是不需要兵马的，他们不是很会解毒吗？那如果我让一个城池，成千上万的百姓中毒呢？他们该如何解？
好主意，好啊！到时候圣天国内乱，然后我们再一举起兵，打他个措手不及。不过你这毒哪里来啊？这大面积的投毒可不是一般毒药能行的。这个你放心，我自有办法。6月初5，离南宫侧册封大典刚刚过去20余日，圣天国就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灾难。感染的人最开始没有任何症状，随后就会变得狂躁易怒，然后就像疯子一样四处咬人，全身布满脓疮，最后溃烂而死。不仅仅是圣天国，整个玄天大陆多处城池都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情况。阿策，我要出宫，我要去现场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不同意，外面太危险，现在都不知道这种疫症是如何感染，你去太危险了。阿策，这疫症绝对不是普通的病毒，肯定是有人蓄意为之。现在祖父不在，我可能有办法治疗，而且我有空间，你不用担心我遇到危险。不用再说了，就待在这里，哪里也不准去。儿臣参见父皇。侧儿，如果朕让玉儿出城查看，你觉得如何？父皇，儿臣跟玉儿一同前往。你是一国太子，军中最高统帅，怎能随意离京呢？儿媳参见父皇。玉儿，你怎么过来了？玉儿，你来得正好，朕想让你带上一队人马，出京前往灾区查看疫情，你觉得如何呀？儿媳愿意。父皇，阿策，你真的不用担心，这样吧，你跟我去看一看就知道了。父皇，想去看看吗？哈哈哈，好，朕必须去看看，这样才能放心。阿策，玉儿，这些都是什么？阿策，你给父皇解释解释，然后教教他怎么使用枪支。我先去找一找这次出京需要的东西。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是齐国公主，我要回齐国。云儿，这几日过得可还好？你为什么要害我？为什么要害我？就在刚才，宣王府有人送信进来，上面写了一个让他震惊无比的消息：7天运是月之寒。本王的王妃看来精神还不错。宁哥哥，放月儿出去吧，你知道我是冤枉的，这里太黑了，我害怕。出去？你觉得本王有那么大的权利吗？你犯的可是谋害太后之罪。你是月之寒吧？谁安排你到本王身边来的？说。月之寒，别在本王面前耍你那点小心思，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7天运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南宫明会知道这件事情，肯定是7天星告诉他的。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利用自己，让7天昊和南宫明内讧，这样7天星才能从中争取时间，找机会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快说，谁给你换的脸？谁安排你到本王身边来的？我说了，你能放过我吗？我保证以后不会出现在京城，永远消失在你们眼前。哼，你还跟我谈条件？宣王殿下应该更想知道合作的是敌是友吧？行，只要你告诉本王，待会儿我就安排人送你出宫。我如何能相信你？这里是10万两，出去后给本王滚得越远越好。如果再让本王看见你，格杀勿论。你现在叫人把牢房打开，送我出城，然后准备一辆马车，确认安全后，我就告诉你。我一个弱女子，难道还会骗你不成？来人，打开牢房。南宫侧一直坐在东宫书房里，盯着手中的屏幕，看着牢房里的一切。没错，这个消息是他送到宣王府的，其目的就是要让7天昊和南宫明互相生疑，给自己争取时间。他算准了，南宫明会放了7天运，如果没猜错，他还会杀人灭口。南宫侧已经写好了一封书信，只要南宫明动手，这封信就会送到7天昊的手里。信里会写道：南宫明不顾两国联姻，宠妾灭妻，陷害公主入狱，转而让其含冤而死。对，就是陷害，因为太后中毒之事是他在负责查办。南宫明知道7天运是假的，可是7天昊不知道，
就算他知道了也不会全信，因为人已经死了。所以这一局无论南宫明怎么做，结局已定，他必定跟七国离了心。现在只需要等玉儿那边传来好消息，还有大军一到，就立刻起兵七国。南宫策非常有信心，可以一举把七国吞并。晴儿，父亲，我们也别叙什么旧了吧，我就直接说了吧。城里的事情是你做的，你现在怎么变得如此恶毒？你知道血魔台有多恐怖吗？它可以杀死天下所有人，而且传播速度惊人。我自幼是怎么教你的？医者仁心，医毒不分家。当初让你研制各种毒物，也是为能寻得其道，救助苍生。可是你现在都做了什么？你为何能做出如此丧尽天良的事？再说了，整个毒物已经被我销毁了，你是如何得到的？从小我就被你关在药房里，没日没夜的制毒、试毒、解毒，要是完不成就不能吃饭，甚至还要被你惩罚。我一个人熬过多少孤独恐怖的夜晚，身上毒素发作的时候，你知道有多痛苦吗？啊！你只管结果，根本就不关心过程。就是因为被关在里面，我把你的藏书都看完了。上官弘毅没想到自己对女儿的严格管教，居然变成了他痛恨自己的原因。父亲，你打也打了，说也说了，现在该轮到我了。你想干什么？父亲不用紧张，我只想要属于我的东西。你的东西？什么？黑暗森林家主印。不可能，家印绝对不会给你。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岂能把黑暗森林托付于你这种人手上？我这种人？我是哪种人啊？难道不是你教导出来的吗？今日我过来只是告知你一声，如果明日你没有交出来，我不嫌弃用你来试毒。实话告诉你吧，血魔台的解药还在研制中，你正好就是解药的试验品。带我回来的那个男子是谁？是我夫君。爷爷，我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策儿，玉儿那边还没有消息吗？还没有，他说过不要打扰他，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我。男主人，主人呢？他去哪里了？爷爷被抓走了。你快去救救他！说什么？凌空，先别哭了，赶紧说说是怎么回事。那是我跟爷爷刚到七国边境。凌空把他知道的所有的事情都详细说了一遍。策儿，你现在不能再等了，马上联系玉儿，给他说明情况。阿策，玉儿，没有打扰你吧？现在有个事情必须立刻告诉你。你说吧，我听着。玉儿，接下来我说的话，你做好心理准备。刚才凌空跑到了御书房，他告诉我，该死的生棍气居然敢抓我的祖父！我管你是谁，动我的心愿只有一个字：死！玉儿，你还好吗？你不要着急，我这就派人过去营救。阿策，我要跟凌空说几句话。主人你在哪儿啊？凌空，现在你好好听我说，先别哭。主人你说，我不哭。你现在立刻到百里城来找我，我们一起去救祖父。好的，主人，我立刻就出发。玉儿，你要去救祖父吗？阿策，解药马上就可以研制出来，然后我趁着凌空赶路的这几日大量制作解药，你可以派人过来百里城山后，然后把解药发放到受灾的城池。接下来我告诉你几个方法：第一，杀掉所有活着的家禽不能食用；第二，用消食来治病，给感染者降温。消食治病？具体方法是这样的。手里拿着一个奇怪的东西，对着二柱子和二狗子两人，砰砰。城主，大事不好了，前院开始咬人了。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吗？城主，刚才前院正在奋发早膳，可是排队的二狗子和二柱子突然就开始咬人了，做饭的一个妇人已经被他咬死了。什么？赶快叫抚卫把他们两个拿下，我随后就过来。是，城主，我这就去办。怎么会有人发病呢？难道有人偷偷出府了吗？此时的前院
二狗子趴在那个妇人身上不停地撕咬，而且还滋儿滋儿地喝着人血，看上去既恐怖又血腥。一旁的二柱子也是同样的场景，那个少女已经被咬得面目全非，身上的衣服和血肉已经融为一体。快上去把他们围起来，不要让他们乱跑，关闭所有房门。是，城主。城主，他们的性命肯定是留不得了，我看用火烧吧，可能有些效果。火烧？行，现在去取一些桐油火把来，然后点火烧死他们。他很艰难地做出了决定，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他不知道的是，这种病毒在高温下会非常活跃，繁殖也更为迅猛。火是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趴着撕咬的两人看到扔过来的火把，根本没有一点惧怕，反而显得很兴奋。他们离开地上的尸体，居然开始对周围的抚慰开始攻击，而且速度和力气比之前快了许多。怎么会这样？城主，你赶快跑，这里不宜久留。你们都退后！只见一道黑影从他们身后飞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奇怪的东西，对着二柱子和二狗子两人，砰砰，两人应声倒地。女侠，你终于出来了！多谢女侠救命之恩。封锁院子，不要给他们解毒。赖城主，接下来我说的话你一定要牢记在心。第一，城中所有尸体必须烧毁，所有家畜必须杀光。朝廷马上就会带来制冰的技术，我给你的解药全部要放在冰桶里保存。我说的你都记住了吗？是，女侠，在下都记住了。把解药分给所有百姓，一人一瓶。待会儿你打扫一些隐蔽的房间，朝廷来人就带他们进去取药。是，女侠请放心。好，现在就去准备吧。机器城里处理干净后，才能让老百姓出去。我会给你留一些消毒水。多谢女侠，在下这就去安排。玉儿，怎么样？你还好吗？阿策，解药已经研制出来了。玉儿，辛苦你了。阿策，你先听我说。解药我放在城主府里，这些药足够解决这次灾难。你把剩下的放在戒指里，然后想办法送到各国。我安排好这里的事情，就会立刻动身去救祖父。你不等我过去吗？凌空到了吗？他还没有到。那我现在立刻安排，然后启程过来。好，我在城主府等你。玉儿，等我。南宫策结束了通话，立刻就把详细的情况给圣皇说了一遍。太好了，策儿，你真是娶了一个好媳妇儿啊！把皇位留给你是朕最明智的决定。哦，你说他在调集兵马和粮草？是，主子。理由是什么？据属下打探，好像是去受灾的城池援救。太好了，南宫策终于要出京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这次他能一举成功，南宫策就永远别想再回来了。想到这里，南宫明立刻走到书桌前，拿出宣纸，写出几个大字：成功。把这个送出去。是。策儿，你放心去吧，这件事只有你能办，京城你不用担心。再说了，玉儿不是给了朕武器吗？父皇，你一定要好好的等我回来，我已经秘密安排皇祖母出宫躲避了。好，你办事我放心。玉儿，阿策，你往西南方向走，应该2个时辰后就能看到我了。好。玉儿，南宫策翻身下马，一把把他拥入怀中。上官玉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抱着他。这几日，他们终于解决了圣天国的危机，两个人的心情都轻松了不少。许久后才慢慢分开。阿策，我还是要给你准备一辆车，骑马太难了。听你的。阿策，百里城已经全部解毒，这些解药足够圣天国还有其他国使用了。使用方法是这样的，你把这些收到戒指里。南宫策大手一挥，全部收入了戒指里。玉儿，这次救祖父，万事一定小心。我猜他们会利用我不在京城，准备进攻圣天国。那父皇怎么办？我已经做好了安排。父皇不是有你送的手枪仿身吗？上官玉知道南宫策现在应该非常担心圣皇，但是自己又不得不带兵救灾。可是祖父现在危在旦夕啊，真是……怎么什么事情都赶到一起了？看来时间紧迫，不能再拖延了。阿策，我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吗？记住了。那我就
上官玉话还没说完，南宫策温热的嘴唇就吻了上来。这个吻带着他无尽的思念还有担忧。刚刚大婚才几日，两人就分开，换了谁都会舍不得。可是身份地位越高，责任就越大，儿女情长只能先放在一边。阿策，我要走了。玉儿，还是那句话，一切小心，救下祖父立刻回京，我在京城等你。好。爷爷，我来救你了，爷爷。祖父，凌空弄断铁链。是，主人。上官玉直接拿起暗夜，斩断牢房的门锁，走到上官弘毅身边，帮着凌空卸下铁链。哗啦，哗啦，上官弘毅没有了支撑，整个人直接倒在地上。他现在不能耽误，必须立刻离开。爷爷，你终于醒了，凌空来晚了，爷爷受苦了。凌空，你做得很好，好孩子，别哭了，爷爷这不是好好的吗？玉儿，辛苦你了。祖父，您先别说话，先躺着睡会儿。赶紧给本王打开宫门，否则刀剑无眼，一个不留。御书房里，圣皇听着尹一的禀报，面色凝重。这些都在他意料之中，但是当事情真正发生的这一刻，非常心寒。这就是他的大儿子，他给了他多少次机会，明里暗里做了多少次让步，可是终究这一日还是来了。主子，属下护送您离开。尹一跪在地上，迟迟没有等到圣皇的指令。龙隐卫已经冲到了外面，抵挡数千叛军，打斗声越来越近，时间恐怕来不及了。就算他再厉害，一个人也很难护住圣皇周全。离开？他南宫仓堂堂一国之君，怎么会就这样离开？作为帝王，绝不允许。唉，也许这就是命吧。主子，事不宜迟，属下立刻送你离开。不了，随朕出去吧。没想到父皇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说着提着剑就走了过来，尹一闪身挡在圣皇身前。南宫明不以为然，还是继续往前走着。圣皇抬手让尹一退下，自己迎了上去。没想到南宫明忽然朝圣皇发起了攻击，剑锋犀利，直指胸口要害。父皇还有这么好的宝剑，哼，怎么没有给你的宝贝太子啊？就在两人打得难舍难分的时候，一个黑衣人对着南宫明说道：王爷，太后和太子妃都不见踪影，没有抓到。你居然真的对你皇祖母动手了！来人，把御书房的所有人给我拿下！是。话音刚落，从四面八方涌出了无数叛军，他们手里还压着后宫嫔妃，还有年幼的皇子公主。圣皇和尹一瞬间被上千人包围，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皇上，求求臣妾，父皇，儿子害怕。父皇，立刻把玉玺交出来，否则我就杀了他们。住手！住手！圣皇一声怒吼，他扔掉了手里的青龙剑，另一只手捂着胸口，仿佛气急的模样，实则是握紧了怀里的手枪。他记得南宫策给他说过，这个枪一共12发子弹，然后就要换弹夹。圣皇真想拿出枪把南宫明就地正法，可是看到自己女儿和儿子就在他的刀下，周围还有这么多叛军，就算龙隐卫全部加起来也不是对手，他不敢轻举妄动。不就是要皇位吗？可以，朕就看你能做多久。圣皇相信，只要南宫策和上官玉回来，他们一个都跑不掉。你放了他们，玉玺朕给你，去把玉案上的玉玺取来。主子，快去！是。片刻后，尹一把玉玺交给了圣皇，拿去。圣天国终于是我的了！周围的叛军立刻高声欢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现在把他们都放了。南宫明此时却更加肆无忌惮，他单手用力，长剑直接刺入了南宫雪儿的胸口。雪儿，我的雪儿！畜生，她是你亲妹妹，你居然下得了手？我有什么下不了手的？当初父皇登基难道没有手足相残？
你，儿臣只是效仿父皇罢了。你到底想怎样？玉玺已经给你了，放过他们，朕随你处置。父皇的命我肯定不会动的，我可不会背负弑父不孝的名号。哼，我会把你留给另外一个人，让他来折磨你。来人，把他们都押入天牢，重兵把守，一个蚊子都不能放过。是。着火了！着火了！不好了，天牢着火了！谁在高声喧哗？给本王抓进来！是。何事如此喧哗？启禀宣王殿下，天牢大火，奴才特意前来禀告。明儿，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起火？母后不必紧张，这火烧得不明不白，等大火扑灭后，定可查明真相。来人，给本王全力扑火！是。大约半个时辰后，大火被扑灭。南宫明第一时间冲了进去，他要亲眼看看里面关着的人，现在到底是死是活。当他走到牢房前，看到里面已经烧焦的尸体，南宫明眼神一亮。他还正愁找不到理由处置他们，没想到一场大火解决了他的难题。看来老天爷都处处给他制造机会，圣天果已是囊中之物，十拿九稳。回禀宣王殿下，圣皇驾崩了。当真？微臣说的句句属实。这是南宫明听到最动听的字眼，驾崩。传本王旨意，父皇驾崩，举国皇丧，休朝7日。是，属下传旨下去。没想到抓个人居然还碰到这种事情，真倒霉。太后玩的真滑，这把年纪还挺能折腾，有人进来都不知道。没有想到堂堂一国皇后，居然在宫里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声音这么大，你儿子知道吗？谁？来人！上官玉？怎么会是上官玉？你怎么进来的？滚出去！快滚出去！一声闷响，床边男子倒在了血泊中。太后不停地颤抖，她知道自己完了，肯定跑不掉了，于是手慢慢探入了枕头底下，摸到了一个发簪。对，她想自尽，她知道被抓到的后果，与其受那种侮辱，不如直接死去更痛快。上官玉早就把他的动作看得一清二楚，就当太后准备把发簪刺入自己脖颈的时候，上官玉直接一枪崩在他的手上，顿时鲜血洒了太后一脸，痛得哇哇大叫，满床打滚。你这个毒妇，居然拿暗器伤我！毒妇？莫不怕是在说你自己吧？上官玉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时间，走上前拿起床单，3两下就把他裹得严严实实，双手双脚铐上手铐，拿出黑色胶带死死缠住他的嘴巴和眼睛，抬手就丢进了空间。没汉吧？没能暗算大王，是不是很不该呢？乾清宫内，南宫策就这样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南宫明的眼前，两人对视许久，却没有一人先开口。他居然回来了，皇叔难道没有打赢？皇帝，没想到你平安回来了，怎么不通知朕一声呢？朕，你有什么资格称自己为朕？你逼宫造反，圈养私兵，通敌卖国，残害皇嗣，每一样都是死罪。不是，皇帝，你听我解释，我也是逼不得已啊。南宫明想用语言拖住南宫策，让他放松警惕。他慢慢往后退，身后就是暗器。只要触碰开关，周围就会有数百支箭矢射向南宫策，他想赌一把。如果南宫策今日能死在这里，也算了却心中一件大事，必须赌。南宫策早就把这些小把戏看在眼里，他不动声色，也没向前，而是单手背在身后，拿出那支微声手枪。
就在南宫明差一点要触碰到暗器开关的时候，几声闷响，子弹射入了他的肩头。很遗憾吗？没能暗算到我，是不是很不甘呢？